我刷到那条医院封锁的视频时，正在公司加班。S 市中心医院紧急封锁，原因不明。视频里穿着防护服的人员在医院门口拉起警戒线，救护车的警灯在夜色中格外刺眼。拍摄者的东北口音很重。哎呦我去，这医院咋突然不让进了？刚送我姨过来看急诊呢。我本能地皱了皱眉，检查了发布时间，20分钟前。将信将疑地点进评论区，却发现评论功能已被关闭，这不太对劲。放下手机，我继续敲着代码。春节前的最后冲刺，整个开发组都在赶一个支付系统的项目，再有3天，我就可以拿着年终奖，拖着行李箱踏上回老家的高铁。父母已经在家乡的群里炫耀了1周，说他们的优秀儿子要回来了。李维，你看到 S 中心医院的事了吗？坐在我对面的王小敏突然问道，她眼睛依然盯着屏幕。刚刷到，可能又是什么新型狂犬病吧？表姐在那里做护士，刚给家里发了条语音，哭得很痛苦，背景音里全是惨叫声。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停下手中的工作，抬起头，出什么事了？他说急诊室送来几个疯子，见人就咬，保安都拦不住。王小敏终于把视线从屏幕上移开，一向精明干练的她眼中少见的流露出恐惧。他让我们赶紧回家锁好门窗，千万别出门，说医院里到处都是血，警察已经封锁了大楼。咬人，感觉脊背一凉，不会吧？像电影里那样？我也觉得他小题大做，不过他在 ICU 平时不会开这种玩笑。王小敏摇摇头，继续工作。反正我妈已经去超市了。我假装继续工作，但大脑已经开始高速运转。程序员的思维让我本能地搜索规律和异常。我掏出手机查看主流新闻平台，没有相关报道。原本的热搜榜似乎卡住了，前几条全是无关痛痒的娱乐新闻，但刷新频率却显示出异常的流量激增。跳出来的只有几条混乱的实时路况。赛斯市中心医院周边多处基站信号异常，通讯可能受阻。紧接着，网页突然变成了一片乱码，随后是一连串的服务器连接超市。这不是普通的网络拥堵，更像是物理层面的破坏。作为程序员，我能看出这并非防火墙的拦截，而是源端数据的突然中断，就像是有人物理切断了医院区域的所有光缆，或者是机房遭受了直接冲击。我切换到私人社交软件群组，程序员们的技术交流群里已经开始讨论。兄弟们，不对劲儿，我这边搜医院的内容全被屏蔽了。刚才那个医院视频分享不出去了。我迅速打字，有认识的医护人员透露情况很糟，有病人出现极度癫狂和失血倾向，官方可能要对重点区域实施军事化戒严。发完消息，我思考了一下，又补充道，我打算囤点物资，大家有什么建议？群里瞬间炸开了锅。老哥信息来源靠谱啊！操，真出丧尸了！别扯淡，肯定是精神病患者跑出来了。正当我浏览这些回复时，手机震动了一下，购票软件弹出一条醒目的红色警告：线路故障警示。尊敬的旅客，受 S 市枢纽站电力系统严重故障影响，铁路信号调度中心已暂时离线，所有进出 S 市列车无限期晚点或停运。您购买的计1357次列车无法正常发车。我盯着手机屏幕，感觉血液凝固。作为交通枢纽的 S 市，备用电源和调度系统都有多重冗余，除非发生物理层面的毁灭性打击，绝不会毫无预兆地切断所有对外交通。几乎是同一时刻，办公室的大屏幕上，团队项目管理软件突然弹出一条全员通知：紧急疏散通知，接大厦物业与警方通报 ，CBD 区域出现多起恶性伤人事件，存在极高安全风险，公司决定立即全员撤离，请各位同事放弃手头工作，不要乘坐电梯，迅速从消防通道离开大楼。办公室里一片哗然。怎么回事？又要居家办公？我家里网速不行啊！这个项目 deadline 改不改？刚收到老婆消息，超市已经人挤人了。我默默合上电脑，迅速把必需品塞进背包。程序员的直觉告诉我，当系统出现多个异常指标时，往往意味着灾难性故障即将发生。王小敏在对面也站了起来，她看了我一眼，低声说：表姐刚发消息，她被要求留在医院，不能回家了。说是院内情况已经失控，所有人必须就地隔离，防止不明攻击行为扩散到外面。我们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恐慌。多久了？什么多久？从第一次袭击发生到现在多久了？据我表姐说，最早那个发疯咬人的是昨晚出现的，今早急诊科已经失控了，至少有5、6个见人就咬的疯子，扩散很快。你家在哪个小区？水岸花城东区。你不是住西区吗？我点点头。一会儿我去超市，有什么需要帮你带的吗？不用了，我婆婆已经去采购了。她犹豫了一下。李维，你真的觉得会很严重吗？我不确定，我诚实的回答，但我宁可准备过度，也不要准备不足。离开公司大楼，外面的世界看起来和平常没什么两样。3、4市的冬天没有北方那么寒冷，但也足够让人哈出白气。街上的人群似乎比平时多了些，但并没有明显恐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而，随着我靠近小区附近的永辉超市，异常景象开始显现。超市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人们的购物车堆得满满当当。我看到有人直接搬走整箱矿泉水和方便面。我站在超市门口算了一下时间，如果现在排队，至少要1小时才能进去。我决定先回家查看家里库存，再决定采购计划。毕竟程序员的思维就是这样，先评估需求，再执行。走进水岸花城小区，我第一次认真打量这个住了3年的地方。30多栋高层住宅，约2000户家庭，有幼儿园、健身区、小型商业街，封闭式管理。但安保一直形同虚设，门禁卡早就被复制的满天飞，保安也只是象征性的坐在岗亭里。如果这场灾变失控，这里会变成什么样？进入单元楼，电梯里碰到了楼下的张奶奶，她拎着几袋蔬菜，看到我明显松了口气。小李啊，能帮我按一下14楼吗？我手拿不开，
我帮他按下按钮，注意到他购物袋里除了几大包挂面，还有好几袋高热量的红糖。张奶奶，你也听说什么消息了？我试探着问。老人家精明的眼睛打量了我一下，你也知道了。我儿子刚打电话说可能要隔离，让我多买点吃的。他压低声音，咱们这栋楼903的小刘就在中心医院上班，今天单位不让他回家，说是医护人员统一安排住宿。这个信息印证了王小敏表姐的说法，我心里的不安更强烈了。您平时有囤些吃的吗？我问到。张奶奶笑了，我这一辈子经历过的事多了，家里地下室的小储藏间塞得满满的呢，我还在阳台种了不少菜，够我吃一阵子。电梯到了14楼，我帮张奶奶拿着东西送到门口。小李，你一个人在 S 市，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来找奶奶。她拍拍我的手，多囤点吃的。现在超市里已经开始抢了。回到17楼自己的单身公寓，我立刻打开冰箱和储物柜盘点，情况不容乐观。冰箱里只有半袋速冻水饺，2个苹果和几瓶啤酒，橱柜里有半袋大米，2包方便面和一些调味料。作为一个常年靠外卖为生的程序员，我的家庭囤货水平几乎为零。我拿出笔记本开始列清单，如果要在家隔离2周，我需要饮用水至少20升干粮大米、面条、方便食品罐头和长期保存食品，必要药品、退烧药、消炎药、创可贴、日用品、卫生纸、洗漱用品、防护用品、呼吸面罩、酒精、消毒液、备用能源充电宝、电池、手电筒。列完单子，我打开窗户，往外望去，小区里的人明显比平时多，不少人推着行李箱匆匆离开，可能是赶着回老家，还有人提着大包小包的超市购物袋回来。手机突然响起，是我妈的视频电话。接通后，她焦急的脸立刻出现在屏幕上。儿子，你那边出什么事了？你爸同学在 S 市政府工作，说情况不太好。好像是某种狂犬病变种，也有说是水源污染导致的精神躁郁。我尽量保持语气平静。现在外面有点乱，公司让我们先别出门，等治安恢复。刚才收到通知，票被取消了。我犹豫了一下，妈应该没事，就是临时戒严、抓捕逃犯之类的。电话那头，我妈却一反常态的没有纠缠。我回家的事反而说，那你就别回来了，在家好好待着。你爸同学说这次可能不简单，部队的装甲车都开进城了，不像是抓人，倒像是打仗。你囤粮了吗？看来老家那边得到的消息可能比我们这里还要准确，正打算去。我说家里没什么存货，哎呀，早就让你平时多囤点吃的。我妈数落了几句，然后紧张地说，儿子，你要是觉得不对劲，就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实在不行就开车回来。爸，现在路上太乱了，到处都是封锁线和咬人的疯子，我这时候乱跑只有死路一条。我苦笑，别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这几天我会经常给你们打电话报平安。挂断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发了一会儿呆。窗外天色渐暗，小区的路灯次第亮起，远处有救护车的警笛声由远及近，然后又远去。我的手机震动起来，是 S 市交通广播的紧急路况推送。路况突发，受多起连环交通事故及突发治安事件影响，我市主要出城高速路口已实施临时封闭。目前出城路段拥堵严重，并未恢复通行时间，请广大车主切勿前往相关路段，并锁好车门窗，注意避险。我拍了张截图发到程序员群里，兄弟们，交通管控了，看来是真的。群里立刻炸开了锅，有人发出医院附近的现场视频，特警拉起了双层警戒线，几个身穿重型防爆服的人正合力押送一个奋力挣扎的病人进入隔离通道。我皱着眉头看完视频。以往的医闹或精神病人发作，我也在网上见过，但这次病人的行为明显不同，那种野蛮的、关节扭曲的、近乎野兽般的撕咬和挣扎方式，让我想起了惊悚电影中的场景。手机又震动起来，这次是公司技术总监发来的消息，明天开始在家办公，项目照常推进。以为你住水岸花城是吧？我姐夫是那个小区的物业经理，有情况可以找他，我给你号码，我谢过他，将那个号码存入手机。天知道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个关系会派上多大用场。夜色已深，我决定趁超市人潮退去，抓紧时间采购。出门前，我特意带上呼吸面罩、酒精喷雾和几个购物袋。电梯里，我遇到了一对年轻夫妇，女方看起来已有7、8个月身孕。你也去超市吗？男方主动搭话，我们刚从那边回来，别去了，货架都快搬空了。真的假的？这么快？我有些震惊。我们抢到最后2箱矿泉水，他指了指门口的几个大袋子，方便面、挂面、大米这些都没了。速冻食品区简直是战场。那还有什么能买的？零食货架倒是没人抢。孕妇插话道，还有一些蔬菜和水果，但新鲜的都被拿光了。对了，药店也被挤爆了，连创可贴都断货。电梯到了1楼，男方主动伸出手，我是1602的林阳，他是我妻子黄小雨，乙是1703李维。我与他握手，以妻子这情况，要不要储备些必需品？我看看能不能帮上忙。谢谢，我们准备的还算充分。林阳露出一丝疲惫的微笑。小雨预产期在3月，希望到时候一切都恢复正常了。我没有告诉他，根据我看到的信息，这次的情况可能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离开小区，街上的人明显比白天多了，所有人看起来都行色匆匆，不少人拖着行李箱，可能是试图在交通管控前离开 S 市。路边的便利店门口排着长队，每个人都抱着满满的购物袋。永辉超市果然如林阳所说，几近抢空。我绕着货架走了一圈，找到了一些被忽略的物资：几袋豆类、绿豆、红豆、黄豆，一些罐头黄桃、八宝粥、几包饼干和一大袋土豆。在冷冻区，我找到了最后几盒火锅丸子和一些速冻饺子。结账时，收银员已经明显疲惫不堪，他机械地扫描着商品，对我说：“今天都封了，从下午开始就没停过，情况真有那么严重吗？”他抬起眼看了我一眼。我姐在医院食堂工作，说医护人员都不让回家了，医院太平间早就塞满了。听说急诊大楼已经被焊死，里面全是惨叫声，军队正在外面筑墙。你自己想吧。离开超市，月亮已经高高挂起，
街上的人群开始稀疏，但远处不时有警笛声传来。我加快脚步，突然注意到小区对面的药店还亮着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走了进去。药店里空空荡荡，只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药师坐在柜台后面。有什么需要的吗？他温和地问道。还有退烧药和消炎药吗？我问。退烧药卖完了，消炎药还有一些。他站起身，从货架上取下几盒药。还需要什么？口罩和酒精都没有了。我想了想，有创可贴和绷带吗？再来点维生素和消毒用品。他微微一笑，你很冷静啊，年轻人。大多数人只买退烧药和口罩，却忘了其他可能需要的东西。当他帮我包装这些药品时，药店外突然传来一阵骚动，一辆救护车疾驰而过，紧接着是警车的鸣笛声。开始了。老药师叹了口气，希望这次能控制得住。您好像知道些什么？我接过药品，忍不住问道。他看了我一眼，声音低沉。我在这行40年了，什么场面没见过？但这次我从同行那听说，中心医院已经有医护人员被感染了，症状很特别，发烧后情绪极度暴躁，攻击性很强，就像……我犹豫了一下，丧尸。老药师的表情凝重起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知道明天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不在这里了。他指了指柜台下，我看到一个收拾好的旅行包。我打算今晚关店后就去我郊区的老房子，那里有菜园，离人群远。回到小区，安保明显加强了，门口多了2名保安，他们正在检查每个进出人员的门禁卡。我扫码进入，听到其中一个保安对讲机里传来声音，通知所有值班人员，从明天开始实施封闭管理，所有外来人员禁止入内。电梯里我遇到了下午见过的王小米，她看起来精疲力竭，怀里抱着几袋速食。你还好吗？我问道。她摇摇头。我表姐，她刚才给我发消息，说院里已经有同事被隔离了，他们工作时被病人咬伤，几小时后就出现症状。她的声音颤抖。政府正在部署军队，以为这不是普通的流感或暴动。电梯到了17楼，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来我家坐坐？我们可以交换一下信息。王小敏疲惫地笑了笑。不了，我要赶紧回家安顿婆婆。她吓坏了，一直在念叨末日来了。她顿了顿，不过我们可以建个群，就咱们这栋楼的，有情况互相通知。好主意。我点点头，我来建，把你的微信给我。回到家，我放下采购的物资，深吸一口气，窗外的城市灯火依旧璀璨，看起来和平常没什么两样。但我知道一场风暴正在酝酿。我拿出手机，创建了一个名为17栋互助群的微信群，然后将王小敏和技术总监给我的物业经理联系方式添加进去。作为群的第一条消息，我写道：大家好，我是1703的李维，鉴于当前情况，建议大家互通有无，共度难关。有任何信息或需要帮助，请在群里说。发送完毕。我又发了一条，根据可靠消息，这次的情况可能比想象的严重，我建议大家做好至少2周的物资储备，如有困难可在群里求助。放下手机，我走到窗前远处的医院方向，警灯的红光在夜色中格外醒目。S 市的夜空中不知何时飘起了细雨，雨滴拍打在窗户上，发出轻微的响声。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是老家的高中同学发来的消息：老李赶紧回来啊，刚听说 S 市要封城了。我回复：来不及了，交通已经管控了。他又发来一段视频，是从网上流传的医院内部画面，一个病人被5、6个医护人员按在病床上，却仍然挣扎得像野兽一般，口中发出不似人声的嘶吼。我盯着视频看了又看，直到手机屏幕因为超时而按了下去。这一刻，我终于确信，我们所熟知的世界正在走向终结，而我一个普通的程序员将在这个陌生的新世界中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手机群里已经有10几个邻居加入，不断有人发出惊恐的信息和询问。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回复他们的问题，尽可能提供我所知道的信息。看来从现在开始，我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了。天亮时，我被手机的疯狂震动吵醒。17栋互助群在一夜之间已经有了57个成员，几乎是整栋楼住户的一半。消息提醒不断涌入，我一条条往上翻看，有人在问医院的最新情况，有人询问哪里还能买到食物，更多的是恐慌和猜测。听说是某种新型强效病毒泄露。我朋友是医护人员，说已经有10几个同事被隔离了，谁知道现在能不能离开 S 市？我女儿还在外地，我揉了揉眼睛，看向窗外，天色阴沉，小区里却已经有不少人在活动。几辆私家车停在小区门口，像是准备离开。保安亭外排起了长队，大概是居民在咨询出行政策。手机又震动起来，这次是一条官方短信。S 市治安预警中心通知，鉴于市区发生大规模暴力骚乱，且具有极强蔓延趋势，全城即刻进入1级戒备状态。警方已对重点区域实施封锁。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广大市民立即返回家中，加固门窗，切勿给陌生人开门，远离任何行为异常人员。果然全城戒严了，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这种级别的管控力度，通常只在战争或核泄漏的演习中听说过，没有缓冲期，没有解释原因，一切来得太快太绝望，透露出一股失控的味道。我正准备在群里转发这条消息，物业经理陈伟先发了声：各位业主好，我是水岸花城物业经理陈伟，情况非常危急，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物业已紧急启动战时防御预案，我们正在用防爆挡板封死东西南3个出入口，只保留北门作为唯一的应急通道，并已安排安保人员持械值守，请各位业主立刻回家锁闭门窗，严禁在公区逗留，任何试图强行闯入的可疑人员，我们将直接采取强制措施。紧接着王小敏发来消息，我表姐刚联系上我，情况比想象的要糟，医院已经封锁了整栋住院大楼，设立了最高级别的
生物污染禁区，军队已经进驻医院，切断了所有对外通讯，群里一片哗然。我注意到一个新加入的用户羚羊1602，昨晚电梯里遇到的那位准爸爸。各位邻居，情况可能比官方说的要严重。他写道：我在市公安局工作，昨天接到内部通知，已经有民警在处理伤人事件时被感染，症状是高烧、极度暴躁、攻击性行为，最重要的是会主动咬人。这条消息一出，群里瞬间炸开了锅。我迅速回复：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应该做好准备，建议大家留在家中，减少接触。如果必须外出，戴护膝面罩，穿长袖，不要靠近任何行为异常的人。陈经理紧跟着发了一条：物业正在组织防控措施，今天会对公共区域进行消毒，如有业主看到异常情况，请立即报告。我放下手机，从窗口望出去，不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比往常更加频繁。从我的角度可以看到小区北门，保安已经开始检查每一个进出的人，一些居民正在争执，看起来情绪激动。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透过猫眼，我看到了王小敏焦急的脸。开门后，她几乎是冲了进来，手里紧握着手机，脸色惨白。出事了！李维，她的声音在颤抖。我表姐刚才她在视频通话中被袭击了。我的心一沉，怎么回事？我们正在视频，她在医院值夜班，突然她背后冲出一个病人。王小敏的声音哽咽了，那个病人咬了她的肩膀，然后画面就黑了。我再打过去，她的手机关机了。我让她坐下，倒了杯水给她。有没有其他途径联系医院确认情况？她摇摇头。我打了急诊电话，没人接。我在想要不要报警。先别急，我思考了一下，报警可能没用，警力应该已经全部调动起来了。你表姐在医院哪个区域工作？ ICU 就在感染科旁边。王小敏双手捧着水杯，指节泛白。李维，我很害怕，她描述的那些病人症状太不对劲了，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而且极度暴力，会攻击所有靠近的人。最可怕的是，被咬伤的人很快也会出现同样症状。我的大脑飞速运转，如果这种病毒通过咬伤传播，而且转化速度如此之快，群体感染的链条会呈指数级增长。我不自觉地说出了程序员的术语，如果控制不当，增长曲线会在短时间内变得陡峭。王小敏看着我，你是说会失控？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道：你表姐提到过潜伏期吗？从被咬到出现症状需要多久？她说很快，2到3小时。这就是为什么医院里的情况这么混乱，他们根本来不及隔离。2到3小时的潜伏期，几乎没有预防的缓冲时间。我突然有了一个不祥的预感。你表姐是什么时候被咬的？王小敏看了看手机，大概2小时前。我们对视一眼，同时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我立刻拿起手机，发了一条消息到互助群，紧急提醒：这不是传染病，是某种生物变异，传播途径主要为血液和体液接触，特别是咬伤，转化速度极快，2到3小时内。请所有人立刻反锁房门，准备好自卫武器。一旦发现身边人出现瞳孔充血、失去理智或撕咬倾向，请立即远离，并将其关在封闭空间内。不要犹豫，那已经不是你的家人了。刚发完这条消息，群里就炸开了锅，各种质疑、惊恐和求证的消息如雪片般涌来。我没空一一回应，又补充了一条：情况紧急，这不是谣言，我有可靠消息源。如果不幸严重，今天医院周边可能会出现大规模感染，请大家做好准备，尤其是靠近医院的区域要格外警惕。物业经理陈伟很快回应，李维说的情况我们也收到了类似通报，物业正在加强小区防控，所有出入口将严格管理，请各位业主理解配合。有了物业的背书，群内的质疑声少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恐慌和求助。我家孩子发烧了，是不是被感染了？谁知道哪里还有药店开门？我们该不该组织人手守在楼下，防止感染者进入？面对这些问题，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这时王小敏站了起来，我得回家了，我婆婆还在家等我。等等，我叫住她，既然你表姐是医护人员，她有没有提到过任何预防或应对措施？王小敏思考了一下，她说感染是通过体液传播的，主要是唾液和血液，所以被咬是最危险的。另外，感染者似乎对声音特别敏感，会被大声响动吸引，这些信息对我们至关重要。我点点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如果有任何新情况，请第一时间通知我。送走王小敏后，我立刻在群里分享了这些关键信息，并建议大家减少噪音，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不到10分钟，小区广播突然响起紧急通知，所有居民请立即返回家中，关好门窗。小区北门附近发生安全事件，物业和警方正在处理。重复，所有居民请立即返回家中。我猛地站起来，冲到窗前。从我的角度可以看到小区北门处一片混乱，几辆警车和救护车停在那里，警笛声此起彼伏，一群人正在四散奔逃。而保安亭旁边，几个穿制服的人正在与什么东西搏斗。即使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我也能感受到那种不同寻常的气氛，倒不是普通的骚乱或争执，而是一种更加原始、更加血腥的场景。手机再次震动，是林阳发来的消息，北门出事了，有个从医院方向来的人冲进小区，咬伤了2名保安，警方已经到场，但情况混乱。我的心跳加速，手心开始冒汗。事情正在以令人恐惧的速度发展，完全符合我之前的预测。如果医院失控，感染链将呈指数级扩散。窗外警笛声突然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声清脆的枪响，然后是第2声、第3声。我不由得后退半步。在中国，警方开枪是极为罕见的事件，情况一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手机又震动起来，是陈经理的紧急通知。刚刚北门发生严重安全事件，一名疑似感染者袭击了保安，已被警方控制。不幸的是，2名保安受伤，已送往医院。
北门暂时关闭，所有出入改到东门，并加强检查，请所有居民非必要不外出，保持警惕。我立刻回复陈经理，根据我了解的情况，被咬伤的人很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转化，建议立即隔离所有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员，包括协助处理事件的保安和居民。陈经理很快回应，已向上级部门报告，等待专业人员处理。目前小区已启动应急预案，加派人手巡逻，发现异常立即报告。群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有人开始提议组建自卫队，有人则说应该囤积更多物资，还有人建议封闭每栋楼的入口，防止感染扩散。面对这些混乱的信息和建议，我不由得思考自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作为一个普通的程序员，我没有医学知识，也没有应急管理经验，但我有逻辑思维，有分析问题的能力。或许这正是当前局势最需要的。我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各位邻居，情况虽然紧急，但请保持冷静。我建议我们首先做好自身防护，然后再考虑如何互助。具体来说，一、每个家庭清点物资，评估能够支撑多久；二、有特殊需求的，如慢性病患者、孕妇、老人等，在群里报备，便于统一协调；三、有医疗安保、物资管理等专业背景的，请站出来，组成专项小组。这条消息发出后，群里安静了一会儿，然后逐渐有人开始响应。首先是一位自称退休医生的老人表示愿意提供医疗咨询，然后是几位年轻人表示可以协助物资配送，还有人提出可以组织楼层联络员，负责信息传递和需求收集。就在讨论逐渐有序的时候，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再次打断了我的思绪。这次是我对面1704的邻居，一个约50岁的中年男子，平时几乎没有交流过。他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李先生对吧？我是何志刚，群里看到你很有主见，所以来找你商量。我媳妇刚才去楼下倒垃圾，看到电梯间里有个人蹲在角落，行为很怪异，一直在抖动，嘴里还发出奇怪的声音。我心里一惊，现在人在哪里？还在电梯间。我媳妇赶紧跑回家了。我本来想报警，但现在警察估计忙不过来。群里不是说物业在处理吗？但我打了物业电话一直占线。我迅速拿起手机给物业经理发了条消息，同时对何志刚说，您先回家锁好门，不要出来，我联系物业处理。何志刚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我们几个男的一起去看看？万一是普通人生病了呢？我摇摇头，太危险了。如果真是感染者，靠近体会增加风险。最好的办法是等专业人员处理。送走何志刚后，我立刻在群里通报了情况，并特别提醒17楼的住户暂时不要使用电梯，锁好门窗。正当我等待物业回复时，楼道里突然传来一声尖叫，接着是重物倒地的闷响和一连串急促的脚步声。我的心跳几乎停止，直觉告诉我危险已经来到家门口，迅速将门反锁。我贴在门上，倾听外面的动静。楼道里传来混乱的声音，有人在喊叫，有人在奔跑，还有一种奇怪的几乎不像人类发出的低吼声。手机震动起来，是何志刚发来的消息，快报警，那人袭击了我媳妇。我刚才开门看情况，那人突然冲过来想咬他，我用拖把挡了一下，拉着他回屋锁门了。几乎是同时，我听到自己的门被撞击了一下，然后是第二下，更加用力，紧接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抓挠声从门外传来，伴随着沉重的喘息声。我屏住呼吸，大脑飞速运转，那个感染者就在我的门外，可能正试图破门而入。普通的防盗门应该能抵挡一段时间，但我不能坐以待毙。环顾四周，我迅速将玄关的鞋柜推到门前，然后抓起厨房里最大的菜刀，悄悄靠近门边。门外的撞击和抓挠持续了约2分钟，然后突然停止了。我屏息凝神，听到走廊里传来其他住户的声音，似乎是有人出来查看情况。天啊，这是谁啊？看起来好像是903的小刘。一个女生惊呼道：“别靠近他，快回去！”一个男生警告道。接着是一阵混乱的脚步声和尖叫，看来感染者转而追逐新的目标了。我赶紧拿起手机拨通了物业经理的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通，那边传来陈经理疲惫的声音：“李先生，什么事儿？我们现在很忙，17楼有感染者。”我直接说明情况，可能是903的住户，现在正在攻击其他居民。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们知道了，已经有人报告，安保人员正在赶来，请你待在家中，不要出门。你们有防护装备吗？这种感染者非常危险，普通人很难控制。我们有防爆盾和电击棒。陈经理的声音听起来不太确定，市里已经派专业人员过来，但可能需要时间。挂断电话后，我立刻给何志刚发了消息，确认安全，然后在群里通报了情况，警告所有人锁好门窗，不要出门。接下来的半小时是我经历过的最漫长的时间。楼道里时而传来喊叫声和撞击声，时而又恢复诡异的安静。我坐在门后，握着菜刀，随时准备应对可能的闯入。终于，一阵整齐的脚步声从楼梯间传来。透过猫眼，我看到几个穿着特殊防护服的人走上了楼，他们手持防爆盾和不知名的装备，动作迅速而协调。感染者在哪里？其中一人问道。那边电梯旁边有人回答。接下来是一阵混乱的声响，我听到电击器的嗡鸣声，然后是沉重的拖拽声。几分钟后，一切归于平静。我的手机震动起来，是物业经理的消息：17楼的情况已经控制，感染者被带走，请所有居民继续留在家中，不要外出。工作人员将对公共区域进行消毒，如有任何异常立即报告。我长舒一口气，浑身的肌肉终于放松下来，但我知道这只是开始，如果整个城市都出现类似的情况，事态将会迅速恶化。走到窗前，我看到小区里已经有好几辆特殊标记的车辆，不是普通的警车或救护车，而是军方的装甲车。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在小区门口设立检查点，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气氛笼罩着整个社区。远处城市的天际线依旧美丽，高楼大厦在暮色中闪烁着灯光，但谁知道那些灯光背后正在发生什么？我拿起手机给父母发了
了一条消息，我很安全，不用担心这边有些状况，但一切都在控制中，我会定期报平安。然后我打开电脑，开始记录今天发生的一切。如果这真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那么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观察都可能变得至关重要。在屏幕的光芒中，我开始输入2023年1月26日，在 S 市水岸花城小区17栋，目击首例感染者。窗外夜幕降临，城市的灯光在黑暗中闪烁，仿佛无数双眼睛在注视着这个正在悄然改变的世界。接下来的3天，整个城市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静。官方媒体仍在报道特殊流感，但所有人都知道真相远比这可怕。军队封锁了市内主要道路，医院周边设立了隔离区。网络上关于暴力感染者的视频虽然被迅速删除，却依然以惊人的速度传播着。17栋互助群的成员已经增加到了94人，几乎覆盖了所有住户。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默认我成了这个群的主心骨，各种问题和求助纷纷涌向我。李维听说超市不再补货了，我家米快吃完了该怎么办？我家老人需要降压药，谁知道哪里还能买到？楼下103的邻居昨晚发烧了，我们这层的住户该不该搬走？面对这些问题，我不断提醒自己，我只是个程序员，不是医生，不是警察，更不是救世主。但每当我看到群里那些惶恐无助的信息，还是忍不住想要做点什么。第3天早上，我正在厨房烧水准备泡面，手机急促地震动起来，是何志刚打来的。李先生，麻烦下来一趟，7楼储藏室这边出了点状况。什么状况？我警觉地问道。不是感染者，他急忙解释，是物资问题。我们发现有人囤了很多东西，但现在很多住户已经断粮了。大家情绪有点激动。挂断电话，我穿好衣服，犹豫了一下，还是将那把菜刀塞进了背包。这3天里，小区内又发生了2起感染事件，虽然都被迅速控制，但谁知道下一个会在哪里冒出来？电梯里贴了醒目的警示标语，减少外出，戴好呼吸面罩，发现异常立即报告。角落里不知是谁用黑色记号笔涂鸦了一句，别被咬到。到达7楼，刚出电梯就听到争执声，走廊尽头的储藏室门口聚集了10多个人，气氛紧张。何志刚看到我如释重负，李先生来了。人群中一个40多岁的男人正挡在储藏室门前，焦急地解释着什么。看到我走近，他提高了声音，我说了，这些都是我家的合法财产，我在淘宝上囤了3个月，是自己的储备，凭什么要分给你们？对面站着几位年轻人，其中一个约莫25、6岁的小伙子情绪激动，赵哥，现在是特殊时期，你看看你囤的，这都够5个家庭吃1个月了。我们楼里已经有好几户断粮了。赵姓男子，我认出他是701的住户，摇着头，但是你们自己没有准备，关我什么事？我老婆怀孕了，我得为我家打算。围观的邻居七嘴八舌，有人支持赵先生自己保管物资的权利，也有人坚持应该共享资源，争论越来越激烈。我甚至看到几个年轻人已经攥紧了拳头。大家先冷静，我提高声音走到人群中间，先说清楚是什么情况。何志刚简单介绍道，赵先生是做淘宝代购的，他在7楼的公共储藏室囤了很多生活用品和食物。今天早上有人来拿东西，无意中看到了，就传开了。现在有些家庭已经断粮，想从他这里买一些，但他不愿意。我转向赵先生，赵先生能让我看看您储存了什么吗？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打开了储藏室的门，里面的景象令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整个10平米左右的储藏室几乎被塞满了，箱装矿泉水堆到了天花板，大米面粉、食用油一应俱全。我是做代购的，赵先生解释道，有些底气不足，这些都是我的存货，也是我家的储备。我环顾四周，看到那些焦虑的面孔，知道情况不妙，如果不妥善处理，这很可能演变成一场暴力冲突，而在当前的情况下，任何骚乱都可能带来致命风险。赵先生，我尽量保持声音平静，我理解您想保护家人的心情，但是现在是非常时期，小区已经封闭，物资无法补充，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有人挨饿，到时候局面会更难控制。那你们想怎么样？赵先生警惕地问。抢走我的东西？我摇摇头，不是抢，而是交换。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公平的物资共享机制，您可以保留足够家庭使用的部分，其余的以合理价格与有需要的邻居交换，不一定是金钱，也可以是服务或其他物品。看到赵先生仍然犹豫，我补充道，如果局势恶化，单靠一家一户很难应对，我们需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这不仅是为了大家，也是为了您自己的安全。一个和谐稳定的环境，对您和您的家人也是最好的保障。人群中有人附和，对啊，万一哪天你家需要帮助呢？赵先生的表情开始松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接完电话后，他的脸色变得苍白。我老婆说他发烧了38.5度，现场瞬间安静下来。在当前情况下，发烧意味着什么？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我试着安抚他，别担心，普通感冒也会发烧。您家有退烧药吗？赵先生摇摇头，用完了，前天我就想出去买，但小区不让出门，这是一个契机。我转向人群，有谁家里有退烧药？一位中年女性举起手，我家有布洛芬，我这有体温计。另一个人说。赵先生看着这些主动提供帮助的邻居，眼中的戒备逐渐消失。他深吸一口气，好吧，我同意分享一部分物资，但我需要留够我家的份额。就这样，一场潜在的冲突被化解了。在接下来的2小时里，我们简单的清点了储藏室的物资，并制定了一个初步的分配方案。赵先生保留约30%的物资作为家用，其余部分登记造册，由小区居民根据需求申请，不是无偿提供，而是通过物物交换或提供服务来获取。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有几位邻居展现出了特殊的才能。801的周阿姨是退休会计，主动提出帮忙建立物资台账；1505的大学生小张精通电脑，承诺开发一个简单的物资管理系统。还有几位年轻力壮的男性自愿组成配送小组，负责将物资送到有需要的家庭。这一事件成为了一个转折点。当晚，我在互助群里发布了一个提案。今天7楼储藏室的事情启发了我，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面临物资短缺或其他困难。建议我们建立一个互助共享平台，将
闲置或多余的物资登记在册，有需要的人可以申请，不是无偿索取，而是通过交换或服务来获取，保证公平合理。群里突然有人发了一条消息，快看窗外，医院方向。我立刻冲到窗前，从我家的角度可以看到远处医院的轮廓。令人震惊的是，医院原本通明的灯火突然全部熄灭，紧接着几发红色的信号弹划破夜空，将那一带照得惨红。沉闷的枪声像爆豆一样密集响起，几辆军用直升机在上空盘旋，巨大的探照灯光柱在楼宇间交集的扫射。群里很快炸开了锅，那是爆炸吗？听到声音了吗？看到有军车往那边去了。完了，医院失控了吗？会不会有感染者跑出来？正当大家惊恐猜测时，一条官方消息推送到了所有人的手机上。A4市特别治安指挥部通知，今晚21:35分，中心医院周边区域进行紧急军事演习与防暴处置。目前相关区域已实施最高级别封锁，为避免误伤，请广大市民务必留在家中，紧闭门窗，切勿前往围观或靠近警戒区。但这反而让人更加不安。几乎同时，何志刚在群里私下发消息给我，不对劲，局里的老同事跟我透底了，根本不是演习，是医院内部的隔离防线崩了，大批感染者冲了出来，特警正在试图建立第二道防线，但看起来根本挡不住。我的心沉了下去。如果医院真的失控，意味着大量感染者可能涌入城市，考虑到感染的扩散速度，后果不堪设想。我立刻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无论官方通告如何，我们都要做最坏的打算。从现在开始，所有人提高警惕，减少外出，加强门窗防护。各楼层指定1名联络员，负责信息传递和情况报告。如发现任何异常，立即通知物业和群内所有人。物业经理陈伟跟进道，物业已接到通知，加强小区防控，东门也将临时关闭，只保留一个出入口，24小时由保安值守，如非必要，请居民不要出门。看到这些消息，群里的恐慌情绪稍有缓解，但我知道真正的挑战可能才刚刚开始。夜深了，我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手机屏幕的微光照亮了黑暗的房间。我不断刷新各种消息源，试图了解外界的真实情况。官方渠道依然保持着克制的口吻，只说异变得到有效控制，社会秩序稳定。但从各种非官方渠道，我拼凑出了一个更加可怕的途径。全市已有多个区域报告感染者出没，部分社区已经沦陷，军方正在设立隔离区和安全区。最令人不安的是，感染似乎正在进化。最新的报告显示，一些感染者表现出了更高的智能和协作能力，不再是单纯的无意识攻击，而是会有目的地寻找猎物，甚至会尝试使用简单的工具。凌晨2点，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是林阳。李维，你睡了吗？他的声音很低，似乎怕吵醒家人。没有，怎么了？我刚接到内部通知，明天可能会有大行动。军方计划在城市中心建立一个大型安全区，集中安置未感染的市民。我心里一紧，要撤离小区。目前的计划是分批转移，但是他犹豫了一下，路上会很危险。根据最新情报，城市里的感染者数量已经超过了预期，有些区域几乎沦陷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如果可能，我建议暂时留在小区。水岸花城的位置相对偏僻，感染者密度较低，等第一批转移结束，路线安全了再考虑。这与我的判断一致。目前小区内部相对安全，只要加强防护，暂时应该不会有大问题。林阳，你能再打听一下具体情况吗？尤其是转移路线和时间，这对我们很重要。我尽力。不过最近通信管控很严，很多信息都被屏蔽了。挂断电话，我陷入沉思。如果明天真的开始大规模转移，我们需要做好充分准备，但在那之前还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处理。第二天一早，我召集了昨天组建的各个小组负责人，开了一个简短的线上会议。会上我分享了可能的撤离计划，并强调了在此之前加强小区自身防御的重要性。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有3个，我总结到：第一，完成物资普查和分配，确保每个家庭都有基本生存物资；第二，加强小区安全，特别是各个出入口和低层住户的门窗；第三，建立信息网络，确保消息能够快速准确的传递。会议结束后，各小组立即行动起来。物资组开始对全楼住户的物资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安全组在物业的配合下，用杂物和铁丝加固了各个出入口。信息组则建立了一个更加结构化的通报机制，每层楼指定1名联络员，负责信息的上传下达。下午3点，赵先生的妻子退烧了，医学小组确认只是普通感冒。这个好消息传开后，整个楼里的气氛明显轻松了一些。就在我们忙着加强小区防御的时候，城市其他地方的情况却在迅速恶化。从断断续续传来的消息看，医院周边地区已经成为了重灾区，感染者数量激增，军方设置的隔离区和检查站不断被突破，安全区域正在一步步缩小。晚上6点，我们的物资普查工作基本完成，结果令人担忧，楼内约20%的家庭已经只剩下2天左右的食物，还有几户特殊家庭，如有婴儿或需要特殊药物的慢性病患者，面临急迫的物资短缺。根据普查结果，我们制定了一个简单的物资分配计划，将赵先生和其他几位物资富裕的住户的捐赠集中起来，优先保障特殊家庭的需求，然后是物资严重短缺的普通家庭。整个过程公开透明，所有交换行为都记录在案。晚上8点，第一批物资开始配送，我和何志刚、小张一起推着一辆从物业借来的手推车，挨家挨户送物资。每到一户，我们都会简单介绍物资来源和分配原则，然后询问他们是否有其他需求或能提供什么帮助。令我惊讶的是，很多看似物资短缺的家庭，实际上在其他方面有着丰富的资源或技能。1002的老李是退休电工，主动提出帮忙检修电路。1204的张阿姨会做中医推拿，愿意为有需要的邻居提供服务。1603的年轻夫妇懂得制作简易防护设备，承诺为每户提供1套防护面罩。就这样，一个基于互助和交换的小社区逐渐形成了。这不仅仅是物
物质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给了所有人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在这个充满未知和恐惧的世界中，我们并不孤单。晚上10点半，物资配送工作终于告一段落，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刚坐下休息，手机突然响起了紧急警报声，是城市防空警报系统。几乎同时群里就炸开了锅，什么情况？为什么拉防空警报？是不是要轰炸感染区？官方通知在哪里？谁知道具体信息？正当大家惊慌失措时，一条官方推送出现在所有人的手机上：紧急通知，即日起 S 市实行宵禁，晚22点至次日6点，禁止一切人员和车辆在户外活动，违者后果自负。军方将在宵禁期间对部分重点区域实施清理行动，请市民不要外出，关好门窗，降低噪音。如遇紧急情况，请拨打应急热线。紧接着，远处传来了直升机的轰鸣声，数道强烈的探照灯扫过夜空。从我的窗口可以看到市中心方向升起了几团火光，隐约还能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战争开始了，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而是人类与那些已经失去人性的感染者之间的生存之战。我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的火光，心中百感交集。3天前我还只是一个为年终奖和回家过年而忙碌的普通程序员，而现在我正带领着一栋楼的邻居共同对抗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手机再次震动，是何志刚发来的消息：李维，你看到外面的动静了吗？听说军方要清剿感染区，不知道会不会波及到我们这里。我回复道，暂时应该不会，我们小区相对安全，感染者数量有限，但为了安全起见，今晚所有人都要加强警戒，特别是低层住户。我建议组织人员轮流值守，及时报告任何异常情况。何志刚很快回应，我已经联系了几个年轻人，准备在楼下大厅轮流值班。如果你不介意，能不能请你也来指导一下？大家都很信任你。我看了看时间，已经接近深夜，但危急时刻没有推辞的余地。我马上下去，穿好衣服，再次检查了随身的菜刀和手电筒后，我打开门走向电梯。电梯门缓缓关闭，我在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疲惫但坚定的眼神。不知道明天会带来什么，但至少今天，我们这栋楼的居民找到了一种共处与互助的方式。而这或许就是在末日中生存的关键，不仅要有足够的物资和防护，更要有彼此的信任与支持。电梯到达1楼，门打开的瞬间，我看到几位邻居已经在大厅集合，一些简易的防卫工具整齐地摆放在墙角。何志刚向我走来，脸上带着罕见的笑容。李队长，我们等你很久了。我不禁莞尔，李队长，这个3天前还让我觉得荒谬的称呼，现在听起来却莫名的合适。是的，在这个世界天翻地覆的时刻，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成为了新角色的扮演者，而我一个原本只关心代码和调试的程序员，现在必须学着担当一个领导者、协调者和保护者的角色。好，那我们开始吧。我环顾四周，对着这群临时凑在一起的守夜人说道，首先要确定的是，我们守夜的目的不是对抗感染者，而是早期预警，发现异常立即报告，不要逞英雄，安全第一，明白吗？大家齐声回答，明白。窗外防空警报的声音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夜风中隐约可闻的爆炸声和直升机的轰鸣。不管外面的世界变成什么样，至少在这个小小的社区里，人们找到了一种在末日中生存的方式。清晨的阳光照进窗户，我从沙发上惊醒，昨晚的值守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回到家后，我连床都没上，就这样倒在沙发上睡着了。外面城市笼罩在一种诡异的安静中，没有了往日的车水马龙，只有偶尔传来的直升机声打破这份寂静。我拿起手机，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消息提醒让我瞬间清醒。东区发现大量感染者，军方正在撤离西湖路的居民。谁知道华安小区的情况，听说已经沦陷了。最引人注目的是何志刚半小时前发来的消息，南门出事了。速来，我立刻穿好衣服，抓起背包冲出门。电梯里遇到了同样匆忙下楼的周阿姨，她脸色凝重，出什么事了？不清楚。何志刚让我去南门，我刚刚路过窗户时，看到南门那边聚集了不少人，好像在争执什么。周阿姨皱着眉头，这几天大家的情绪都很不稳定。电梯到达1楼，我们快步向南门走去，远远的就看到一群人围在那里，声音嘈杂。物业经理陈伟站在中间，似乎在试图调解什么。靠近后，我看到何志刚正和另外几个人一起拦着小区的南门，对面站着一群陌生面孔，约莫20多人，衣衫褴褛，表情疲惫而绝望。怎么回事？我走到何志刚身边问道。隔壁明珠花园的住户说是他们小区已经沦陷了，想要进来避难。何志刚压低声音，我怀疑他们中间有被感染的。我仔细打量对面的人群，确实其中有几个人看起来很不对劲，面色潮红，眼神涣散，站立不稳。但更令人揪心的是，他们中间有老人和孩子，一个年轻母亲正抱着婴儿，眼神中满是恳求。陈经理正在解释，对不起，但为了全小区几百口人的安全，我们不能随意接纳外来人员。如果你们有亲友在我们小区，可以提供证明。拜托了！一个中年男子哭喊道，我们小区已经没法住人了，昨晚感染者攻破了围墙，我们好不容易才逃出来，我们不是感染者。另一个人喊道，你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情况很复杂，一方面出于人道主义，我们不能对这些求救的人置之不理，另一方面如果贸然接纳，可能会给小区带来巨大风险。正当我犹豫之际，林阳和他的妻子小雨也赶到了现场。林阳二话不说，拉着我和何志刚走到一边，不能让他们进来。我刚收到消息，明珠花园昨晚被攻破，感染率超过60%，幸存者中肯定有被咬过的，只是还没发作，但我们不能就这样拒绝他们。小雨轻声说，手不自觉地抚摸着自己隆起的腹部，尤其是那些孩子和老人，如果让他们进来，整个小区都会有危险。林阳坚持道，这不是普通的危机，一个感染者就能导致整栋楼沦陷。我环顾
顾四周，看到越来越多的小区居民聚集过来，议论纷纷。有人主张出于人道立即接纳，有人则坚决反对，场面越来越混乱。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作为一个深度参与小区互助的人，我的意见在此刻显得尤为重要。深吸一口气，我开口道：“我认为我们既不能全盘拒绝，也不能不加分辨的接纳，应该进行必要的检查和隔离。”转向陈经理，我继续说：“物业有没有可以用作临时隔离点的地方？比如地下车库或者会所？”陈经理思考了一下，地下车库不行，太开放了。会所倒是可以，有独立的空间和设施。那么我建议这样处理：对所有想进入的人进行初步筛查，明显有异常症状的不能入内，其他人安置在会所强制束缚观察，至少3天，由医疗组进行观察。如果没有问题，再考虑安排住处。林阳犹豫了一下，风险还是很大。我知道，我承认道，但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如果今天是我们被困在外面，也希望有人能伸出援手，但必须有严格的防控措施，确保小区安全。经过激烈讨论，大家最终接受了这个折中方案，由医疗组的退休医生张老带队，对外来人员进行初步检查，明显有发热、伤口或其他异常症状的，遗憾的被拒之门外，其余15人则被安排到会所暂住，由志愿者轮流值守。整个过程中最揪心的环节是那位带着婴儿的年轻母亲。经过检查，张医生在她手臂内侧发现了一处已经发黑溃烂的齿痕，这是无可辩驳的感染铁证。尽管她哭喊着恳求我们至少收留她的孩子，但我们发现那个婴儿的襁褓上同样沾染了大量暗红色的血迹，且孩子面色潮红，已经出现了高烧惊厥的症状。那一刻，每个人的心都像被刀割一样。面对2条已经事实上被宣判死刑的生命，任何安抚都显得苍白无力。如果强行接收，只会让整个避难所的数百人陪葬。最终，那位母亲似乎也意识到了绝望的现实，她停止了祈求，眼神空洞地抱紧了孩子。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踉跄着转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那个婴儿在母亲怀中微弱的啼哭声，在我耳边回荡了很久很久。安顿好外来人员后，我召集了小区自发组成的危机应对小组开会，包括物业经理陈伟、有警方背景的林阳退休医生张老，以及几位积极参与互助的邻居。今天的事情只是开始，我直截了当地说，随着市区情况恶化，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涌向相对安全的地方，包括我们小区。我们需要制定更完善的防御和应对策略。林阳点点头。根据我得到的消息，军方已经放弃了部分区域的清剿，转而集中力量保护核心安全区。我们这一带已经处于灰色地带，基本上要靠自己了。这个消息沉重地压在每个人心头。如果连军方都无法控制局面，我们这些普通市民又能做什么？我们至少可以加强自身防御。何志刚说，加固围墙，控制出入口，组织巡逻队。物资也是问题。周阿姨插话道，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即使加上昨天统计的共享物资，整栋楼也最多支撑2周左右。还有医疗问题。张老医生忧心忡忡地说，现在药品已经开始短缺，如果出现大量伤病源，我们很难应对。一时间会议室里沉默下来，每个人都在消化这些残酷的现实，思考着可能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分工合作。我最终打破沉默，每个问题都很重要，但都有解决的可能。首先安全问题。林阳，你有警方背景，能否牵头组织防御工作？林阳点点头，我可以组织一支巡逻队，制定防御计划，但需要人手和装备。物业有一些基本工具和对讲机，可以提供给巡逻队使用。陈经理说，我还可以协调其他楼栋的物业人员参与进来。物资问题由周阿姨继续负责，我继续分配任务，请你组织人手对小区内所有可能的资源进行再次普查，包括商业街的店铺，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储备。医疗由张老牵头，除了照看会所的外来人员，也请准备应对可能的伤病情况。分配完主要任务后，我又强调最重要的是信息共享和决策透明，每个小组每天至少要有1次汇报，重大情况随时通报，所有关键决策必须经过集体讨论。会议结束后，各小组立即行动起来。林阳带着10几名志愿者开始对小区围墙进行检查和加固，周阿姨组织人手挨家挨户更新物资清单，张老则在会所设立了一个简易医疗站，开始对隔离人员进行观察。我和何志刚负责协调各方工作，同时保持与外界的信息联系。通过各种渠道，我们拼凑出城市最新的状况图。S 市已有近1/3的区域沦陷，军方正在撤离重要设施和人员，预计未来几天内会放弃更多外围区域。下午3点，林阳急匆匆地回来报告，南墙发现2处薄弱点，已经临时加固，但最令人担忧的是西北角，那里紧挨着一个废弃的建筑工地，如果有大量感染者经过那里，我们的围墙很难抵挡。我思考了一下，能把那边彻底封死吗？用水泥或者其他材料？林阳摇摇头，材料不够，而且需要时间。我建议在那里设立一个重点防御点，安排人手24小时值守。就这样，西北角成了我们的前哨站，有几位有军警背景的居民轮流值守，配备了简易武器和对讲机。晚上7点，张老带来了令人松一口气的消息，临时安置的外来人员暂时没有发现异常症状，大家的情绪也基本稳定。但他同时也警告我们，病毒的潜伏期可能有变化，不能完全放松警惕。夜幕降临时，我站在楼顶，俯瞰着这个曾经熟悉而现在陌生的城市，远处偶尔闪过火光和爆炸声，直升机的探照灯在黑暗中划出锐利的光束。S 市，这个我生活了5年的城市，正在一点一点地坠入深渊，而我们这个小小的水岸花城，像一座孤岛，暂时漂浮在末日的洪流中。想什么呢？身后传来何志刚的声音，在想我们能坚持多久？我诚实的回答，物资安全、人心每一项都是巨大的挑战。
何志刚站到我身边，递给我一瓶水。我刚从会所看望那些外来人员回来，你知道吗？他们当中有个小男孩问我为什么外面的人变得那么可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我沉默了一会儿，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知道答案，但现在我们只需要活下去，保护好身边的人，你知道吗？何志刚突然笑了。1周前，我还在为公司裁员的事情烦恼，我妻子还在抱怨我不陪她逛街，我们还在为装修风格争执不下。现在想想，那些烦恼多么微不足道啊！我也笑了。1周前，我最大的压力是完成那个该死的支付系统，然后赶在年前回老家。现在我连老家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电话早就打不通了。说到这里，一阵深深的思乡之情涌上心头。父母是否安好？老家的小城是否也遭遇了同样的灾难？这些问题像幽灵一样缠绕着我，却无从得到答案。你父母那边有消息吗？何志刚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我摇摇头。3天前通过最后一次电话，说他们那边还算平静，但现在所有长途通信都中断了，只能祈祷他们平安，他们会没事的。何志刚拍拍我的肩膀，农村比城市安全得多，人口密度低，感染扩散的风险小。我希望他是对的，但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希望似乎是一种奢侈品。正当我们站在楼顶沉默不语时，对讲机突然响起林阳急促的声音：西北角发现异常，重复，西北角发现异常。我和何志刚立刻冲下楼顶，向西北角奔去。途中，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我们，手持各种简易武器，铁棍、锄刀，甚至还有网球拍。当我们到达西北角时，眼前的景象令人毛骨悚然。在昏暗的路灯下，10几个身影正从工地方向缓慢移动，他们的动作僵硬而不协调，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低吼声。感染者，林阳低声道，至少15个，可能更多。西北角的防御点只有3名志愿者，他们已经推到围墙内侧，用对讲机呼叫支援。虽然围墙还算坚固，但如果大量感染者集中攻击，很难说能坚持多久。物业经理陈伟赶到现场，脸色惨白，怎么办？要不要报警？报警没用。林阳摇摇头，警力早就捉襟见肘了，我们得靠自己。我迅速观察周围环境，寻找可利用的资源。西北角围墙外是一个半完工的建筑工地，工地上散落着各种建筑材料和机械，感染者正从工地方向接近，表现出明显的群体行动模式。这与早期的报告有所不同，说明他们可能在进化。我有个想法，我突然说到，感染者对声音非常敏感，会被吸引。如果我们能制造一个声源把他们引开，太危险了。何志刚立刻反对，谁去做诱饵？不需要人。我解释道，工地上有推土机和挖掘机，如果能启动它们，噪音足以吸引感染者。林阳眼睛一亮，有道理，但谁会操作这些机器？众人相视无言，在场的都是普通市民，没有人会驾驶工程机械。正当陷入僵局时，一个沙哑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我会转身一看，是801的王大叔，一个退休建筑工人。他走上前来，我干了30年建筑，这些机器我都会开，如果能帮上忙，我愿意试一试。太危险了，陈经理担忧地说，那边已经有感染者了，没那么复杂。王大叔说，工地上那台小型挖掘机我熟悉，钥匙通常就插在上面，只要能靠近它，启动很容易，关键是要分散感染者的注意力。经过短暂讨论，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有几个年轻力壮的志愿者在围墙这边制造噪音，吸引感染者。同时，王大叔带着2名护卫从小区东门绕行，尽可能安静地接近工地，启动挖掘机，一旦机器发动，立即撤回小区。计划确定后，立刻开始行动。几名志愿者开始在围墙内敲打金属和喊叫，很快吸引了感染者的注意，他们转向围墙开始撞击和攀爬，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吼声。与此同时，王大叔带着2名护卫悄悄离开小区，绕道前往工地。10几分钟过去了，围墙这边的情况越来越紧张，部分感染者已经开始尝试攀爬。虽然围墙有3米多高，但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执着。正当我们担忧计划是否会成功时，远处突然传来发动机的轰鸣声，随着声音越来越大，感染者的注意力果然被吸引了，他们停止了对围墙的攻击，转而向声源方向移动。几分钟后，工地上的挖掘机亮起了灯光，车体开始移动，发出巨大的噪音。感染者们如同被施了魔法一般，全部向挖掘机涌去。我们焦急地等待着王大叔和护卫的归来，祈祷他们能安全脱身。当王大叔和2名护卫气喘吁吁地回到小区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王大叔兴奋地解释，我把挖掘机设置为缓慢前进，同时开着灯和喇叭，它会继续移动一段时间，把那些怪物引得越来越远。这个临时方案成功化解了西北角的危机，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小区的防线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牢固，随时可能面临突破。回到楼内，我们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加强防御措施，增加巡逻人员，在关键位置设置障碍物，准备简易武器和逃生路线，同时开始培训更多人掌握基本的防御技能，包括如何安全撤离、如何处理轻伤等。深夜时分，当我终于回到自己的公寓，疲惫不堪地倒在床上时，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是一个陌生号码，内容很简短：宿舍区出现感染者，情况失控，我被咬了，对不起，王小米。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王小米那个最早向我传递一遍真相的同事，现在也成了感染者的一员。他的表姐在医院，他自己在宿舍区，而我则在这个暂时还算安全的小区里。命运为何如此不公？我试图回复消息，但对方已经无法接收。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保持着理智，是否正在忍受着病毒带来的痛苦，是否已经变成了那种对人类构成威胁的存在。这一夜，我辗转难眠，不仅是因为担忧小区的安全，更是因为内心深处涌起的一个可怕念头：如果有一天我也被感染了，会不会像王小米一样，在最后的理智时刻向亲友告别？而更可怕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正在经历着同样的恐惧和绝望。次日清晨，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打开门，看到林阳站在门外，表情凝重，会所出事了。
了，903的小刘感染了。我的心一沉，怎么回事？他不是几天前就被隔离了吗？表面上看是的，林阳解释道。但昨晚他趁着值班人员不注意溜了出去，说是要去找女朋友。半夜回来时已经有感染症状，伤口在腹部，看起来像是被咬伤的。他接触了多少人？我急切地问。至少10几个，包括会所里的所有外来人员和几名值班人员。林阳的声音充满忧虑。我们已经封锁了会所，但情况很复杂。小刘的症状发展的比我们之前见过的要快，而且更具攻击性。我迅速穿好衣服，和林阳一起赶往会所。在路上，他告诉我更多细节。小刘回来时已经开始发烧，但没有立即报告。2小时后，他开始出现明显的暴力行为，攻击了1名值班人员。现在他已经完全丧失理智，被锁在会所的储物间里。但还有几人出现了类似症状。到达会所时，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物业经理陈伟和几名保安守在门口，表情紧张。张老医生正在检查一位脸色苍白的值班人员，看到我们到来，他摇摇头，示意情况不妙。小刘完全转化了，他低声说，比之前见过的任何案例都要快，而且有3名接触者已经开始发烧，其中1人出现了攻击性行为。我环顾四周，看到10几双惊恐的眼睛正盯着我们，期待着一个解决方案。但面对一种未知的致命的病毒，我们这些普通人又能做什么呢？深吸一口气，我看向林阳，我们需要分区隔离，已经出现症状的单独一个房间，密切接触者另一个房间，其他人在另一个区域，同时封锁整个会所，任何人不得进出。林阳点点头，立即开始安排。但陈经理提出了一个残酷的问题，如果他们都被感染了，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无人敢答。在感染扩散的恐惧和人道主义之间，我们每个人都在挣扎。先控制局势，我最终说道，然后再讨论下一步。张老，你能估计一下从感染到完全转化需要多久吗？张老思考了一下，根据观察，这次的病毒似乎在进化。小刘从被咬到完全丧失理智，只用了约4小时，这比最初的报告要快得多。4小时，这意味着我们的反应时间极为有限。如果会所内的人大规模感染，很快整个小区都会面临巨大危险。正当我们讨论对策时，会所内突然传来一声尖叫，接着是重物倒地的声音和玻璃破碎声。怎么回事？李阳警觉地问。一名从会所内跑出来的志愿者惊恐地报告：2号房间的王先生发作了。他攻击了护工，现在正试图冲出房间。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感染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散，而我们的防线正在崩溃。接下来的几小时是我一生中最漫长、最煎熬的时刻。我们尝试加固会所的封锁，同时紧急疏散小区内靠近会所的居民。物业启动了应急预案，切断了会所的部分电力和水源，希望能控制感染者的活动范围。中午时分，情况急转直下。会所内已有6人完全转化，他们开始协同行动，试图冲破门窗。更糟糕的是，还有至少10人出现了初期症状，预计很快也会转化。林阳将我拉到一旁，声音沉重：“李维，我们必须做出决定。会所的防线撑不了多久，如果那些感染者冲出来，整个小区都会陷入危险。你有什么建议？”我问道。虽然心里已经猜到了答案，军方有应对感染区的标准程序。林阳艰难地说：“完全封锁，必要时。”他没有说完，但我明白他的意思。这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抉择：牺牲会所内的几十人，或者让整个小区数百人面临灭顶之灾。从逻辑上说，选择似乎很明确，但从人性的角度，这是一个几乎无法承受的决定。我们没有权利决定他人的生死。我低声说，声音因为情绪激动而颤抖。一定有其他办法，但时间不等人。当会所内的第一扇窗户被攻破，一个感染者的头颅探出来时，林阳不再犹豫，他掏出对讲机，下达了指令：执行方案 B 重复，执行方案 B。随后，几名有军警背景的志愿者迅速行动起来，他们封锁了通往会所的所有道路，架设了简易路障。然后我无法亲眼目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只记得自己走回宿舍，关上门，蜷缩在床上，听着远处传来的声响，感到无比的疲惫和愧疚。这就是末日的残酷现实。有时候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做出难以想象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将永远铭刻在幸存者的灵魂中，成为永远的伤痕。傍晚时分，何志刚来敲门，他没有提会所的事情，只是简单的说，西区发现新的感染者，我们需要加强防线。我机械地点点头，跟着他前往小区西区。一路上，小区内的气氛明显紧张了很多，居民们行色匆匆，互相之间保持距离，眼神中充满警惕和恐惧。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而战线正在一步步逼近我们每个人。事件后的第3天，小区内的气氛已经完全改变，原本友善互助的邻里关系变得紧张而脆弱，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每个人看向陌生人的眼神中都带着怀疑和防备，生怕对方是下一个隐藏的感染者。互助群里的交流也变得沉闷而谨慎，没有人提起会所发生的事情，仿佛那是一个集体的噩梦，只要不说出口，就可以假装它从未发生过。但现实却无情地提醒着我们，外面的世界正在崩塌，而我们的小岛也在一点点被侵蚀。这天早上，我正在厨房煮面条，门铃突然响起，透过猫眼，我看到林阳站在门外，表情凝重。开门让他进来。他直接开门见山，物资出问题了。什么问题？我警觉地问道。昨晚有人偷偷进入了我们的公共物资储藏室，拿走了大量食物和药品。林阳的声音充满愤怒，至少够5、6个家庭吃1周的分量。我皱起眉头，监控拍到是谁了吗？监控被人为关闭了。林阳摇摇头，
必须是熟悉小区情况的人才能做到。这个消息如同一记重拳击中了我的胸口。在这个危机重重的时刻，竟然有人背叛集体，偷窃大家共同的生存物资，这不仅是对物资的损失，更是对整个小区信任体系的致命打击。周阿姨那边怎么说？我问道。周阿姨负责物资管理，对库存情况最为清楚。她正在清点确切损失，但情况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不只是食物和药品，还有一些工具和武器也不见了。我的心沉了下去。工具和武器意味着什么？是有人准备单独逃离，还是有更可怕的动机？这件事不能公开宣布，否则会引起恐慌。先通知核心成员，1小时后在我家集合。林阳点点头，转身离开。我看着他的背影，不由得想起了会所事件中他的决绝。虽然那个决定可能挽救了整个小区，但付出的代价是几十条人命和所有人内心永远的伤痕。1小时后，何志刚、周阿姨、陈经理和张老医生都来到了我的公寓。我简单介绍了情况，然后请周阿姨详细说明损失。根据清点，丢失的物资包括5袋大米、3箱方便面、2箱罐头、多种药品，特别是抗生素和退烧药，一些手电筒、电池、几把菜刀和工具。周阿姨的声音有些颤抖。按照我们的分配标准，这些物资本可以支援至少7、8个家庭1周的基本需求。有任何线索吗？何志刚问道。监控真的什么都没拍到。陈经理摇摇头，监控被专业的关闭了，不是普通居民能做到的。会不会是外来者？张老提出疑问。虽然风控很严，但也不排除有人潜入的可能。林阳否决了这个可能性。小区周围巡逻很严格，如果有外来者，一定会被发现。而且对方太熟悉物资储存位置和监控系统了，绝对是我们自己人干的。一阵沉默。自己人这个词在当前情境下显得如此刺耳。我们一直引以为豪的互助体系，在危机面前居然出现了如此严重的裂痕。这件事如果公开，会对小区的信任造成致命打击。我打破沉默，但我们又不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我有个猜测，何志刚犹豫地开口，会不会是对会所事件的反弹？那件事后，有不少人对我们的处理方式很不满。这个猜测切中要害。会所事件确实分裂了小区居民的观点，一部分人认为那是必要的牺牲，保护了大多数人；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我们的决定过于残忍，违背了人道主义原则。无论动机是什么，偷窃公共物资都是不可接受的。林阳坚定地说，我们必须找出责任人并严肃处理，否则今后还会有更多人效仿。但怎么找？周阿姨问出了关键问题。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我们从何查起？我思考了一下，从物资特征和数量来看，很可能是一个小团体，而非个人行为。我建议从2方面入手：一是观察谁最近突然物资丰富了；二是监控可疑的集体行动。经过讨论，我们决定暂时不向全体居民公布失窃事件，而是秘密加强物资管理和监控，同时扩大巡逻范围，特别关注小区边缘区域，防止有人携带大量物资离开。会议结束后，每个人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林阳是最后一个走的，在门口他停下脚步。李威，我不想说丧气话，但是人性的崩溃可能比病毒更可怕。我无言以对，因为在内心深处我知道他是对的。接下来的2天，我们悄悄加强了对小区的监控，特别是对一些行为反常的住户。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几个可疑对象逐渐浮出水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1栋的几户人家，他们最近格外低调，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但据巡逻队员观察，他们之间似乎有频繁的来往。第3天早上，何志刚匆匆找到我，有线索了。昨晚巡逻队在东北角发现了一些痕迹，似乎有人试图从那里翻越围墙，旁边还遗留了一些食物包装，这是个突破口。我们立即前往现场查看。东北角是小区的一个偏僻位置，平时人很少去那里。围墙边确实有明显的攀爬痕迹，地上还散落着几个方便面包装和一个空药瓶，看来是有人准备偷偷离开小区。林阳检查着痕迹说道，但可能因为某种原因中断了计划，我们该怎么办？何志刚问道。直接去质问那些可疑住户。我思考了一下，不，那样会打草惊蛇。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们假装要组织一次集体物资重新分配，要求每家每户必须申报现有物资，然后进行公平再分配，这样就能逼出那些囤积偷窃物资的人。林阳接话道，因为如果他们拒绝参与或者谎报数量，就会显得很可疑。就这样，我们在物业的配合下，向全小区发布了一个通知，因物资管理系统升级，需要所有住户在24小时内申报家中现有物资，以便进行公平调配，确保所有人都能渡过难关。通知一出，小区内立刻议论纷纷，大多数人对这一安排表示理解支持，但也有一些声音表示不满，认为这侵犯了私人财产权，凭什么我自己囤的东西要拿出来分给别人？一个中年男子在群里公开反对，现在可是末日，各顾各吧，这不是强制征用，而是合理调配。我在群里回应，没有人要无偿拿走你的东西，我们只是要确保每个人都有基本生存物资，并将多余的物资用于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争论越来越激烈，小区居民开始明显分化为2派，一派支持集体主义，认为只有团结互助才能在末日中生存；另一派则坚持个人主义，认为在危机时刻自保才是第一位的。这种分歧不仅仅存在于物资分配问题上，还扩展到了小区防御、外来者接纳以及资源使用等各个方面。原本紧密团结的共同体开始出现了裂痕。晚上7点，我正在整理物资申报表，门铃再次响起，是11栋的刘先生，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平时话不多，但一直积极参与小区活动。李先生，我能进来谈谈吗？他的表情严肃而紧张。我让他进门，关上门后，他缓
环顾四周，压低声音：“我知道谁偷了物资。”我心里一惊，但表面上保持平静。是谁？11栋的几户人家，他们组成了一个小团体，计划离开小区。刘先生说道：“我是他们的邻居，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们认为小区迟早会沦陷，想趁早离开，去西边的军方安全区。为什么要偷公共物资？”我不解地问：“如果想离开，可以申请自己的份额。”刘先生苦笑了一下，因为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自己那份，路上危险重重，他们需要更多食物和药品作为保障，甚至可能用于交换和贿赂。而且他犹豫了一下，他们对会所事件的处理非常不满，认为小区领导层残忍无情，不值得信任。这个信息让我心情复杂，一方面偷窃公共物资是不对的，但另一方面我能理解他们的恐惧和不满。在生死存亡的时刻，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利。他们计划什么时候离开？我问道。明晚，他们已经联系好了外面的人，会有车来接应。我谢过刘先生的信息。他离开后，我立即联系了林阳和何志刚，简单讲述了情况。我们应该阻止他们。林阳坚决地说，偷窃公共物资是对所有人的背叛，但如果他们真的想离开，我们有权利阻止吗？何志刚提出疑问，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不是吗？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人们当然有自由迁徙的权利，但在当前的末日环境下，一切规则都被改写。离开小区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不仅对离开者自身，也可能对留下的人造成威胁。如果他们在外面被感染，又试图回来呢？经过激烈讨论，我们最终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不阻止他们离开的计划，但要求归还偷窃的公共物资，并放弃小区分配给他们的后续份额。同时，一旦离开，就不得再返回小区，以确保集体安全。第二天上午，我亲自前往11栋，找到了那几户人家的代表，一个叫吴刚的年轻人。当我直接说明来意时，他先是震惊，然后迅速恢复了镇定。看来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他平静地说。那么你们准备怎么处置我们？我们不会阻止你们离开，我直接告诉他，但有几个条件：一、归还偷窃的公共物资；二、离开后放弃小区的一切权益；三、承诺不会在被感染的情况下返回小区。吴刚显然没料到这样的回应，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为什么不阻止我们？你们完全可以，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路的权利。我回答，即使在末世，我们也应该尽可能保留一些人性的底线，但同样的，你们不能因为自己的选择而损害留下来的人的利益。经过一番商议，吴刚同意了我的条件。当天下午，被偷窃的物资大部分被归还，只有少量已经被消耗。作为交换，我们答应在他们离开时不设阻碍，甚至安排人手帮助他们安全通过小区围墙。这个结果让林阳很不满意，你太仁慈了。他私下对我说，这样只会鼓励更多人效仿。也许吧，我苦笑道，但在这个世界变得如此残酷的时候，保留一点人性，也许是我们与那些怪物最后的区别。晚上8点，一辆改装的越野车无声地驶进小区东北角。吴刚和他的同伴，总共7个成年人和2个孩子，带着简单的行李和食物向预定地点走去。我和何志刚在远处默默注视着这一切。按照约定，我们派了2名志愿者协助他们越过围墙，确保过程中不会发出太大声响吸引感染者。你觉得他们能活着到达安全区吗？何志刚轻声问道。我摇摇头，希望渺茫，但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看着他们一个个消失在夜色中，我心中五味杂陈。也许林阳是对的，我太仁慈了，但在这个世界迅速崩塌的时刻，也许仁慈比冷酷更能保存我们作为人类的最后尊严。第二天一早，小区内就传开了11栋居民集体出走的消息，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赞同他们的勇气，有人则认为他们愚蠢而自私。但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一事件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私下讨论是否也应该离开小区，寻找更安全的地方。物资申报的进度明显放缓，许多人开始隐瞒家中真实的物资情况。一些原本活跃的志愿者不再参与公共事务，甚至有人开始质疑现有领导层的决策。在一次核心成员会议上，张老医生忧心忡忡地说，小区的凝聚力正在下降，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互助体系可能会崩溃。陈经理点点头，最近巡逻队的人手也不足，很多志愿者都找借口不来了，这是人之常情。周阿姨叹了口气，当希望渺茫时，人们自然会先考虑自己和家人。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采取行动。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实施几项措施来稳定人心。首先，增加信息透明度。我们成立了一个情报小组，定期收集和公布城市各区域的最新情况，包括感染扩散、军方行动和可能的撤离路线，让居民对外界情况有更清晰的了解。其次，调整物资分配机制，不再强调完全平均，而是确保基本需求后对额外贡献给予适当奖励，激励更多人参与公共事务。第三，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组织一些小型活动，如楼层间的心理互助会、儿童读书会等，缓解居民的紧张情绪，增强归属感。这些措施在实施后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特别是信息透明化这一点，极大地减少了谣言和恐慌。当人们了解到城市西区的安全区其实已经人满为患，军方正在向北转移重要设施时，离开小区的想法就不那么强烈了。然而就在我们努力稳定局势的时候，一个更大的危机悄然逼近。第5天清晨，林阳匆匆赶来，表情前所未有的严肃。东区出现大规模感染者集群，至少30到50个，他们行动协调，似乎有目的性的向我们小区方向移动。我的心一沉，距离我们多远？不到2公里，按照他们的移动速度，最快今晚就会到达小区周边。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力。虽然我们一直在加强小区防御，但从未面对过如此大规模的感染者集群。如果被攻破，后果不堪设想。我立即召集了紧急会议，所有核心成员和各楼栋代表都参加了。会上，林阳详细介绍了威胁情况，然后提出了他的建议。我们有2个选择：一是加强防御，死守小区；二是趁感染者到来之前，组织有序撤离，前往北区的军方安全点。会议室立刻陷入了激烈的争论，留下来的风险显而易见，但撤离同样危险，要穿越数公里的城市街道，途中随时可能遭遇感染者，而且谁能保证北区真的安全？更复杂的是，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撤离。小区内有老人、孕妇和儿童，他们在紧急撤离中可能成为最脆弱的一环。我们不能抛下那些无法自行撤离的人。长老坚定地说，那违背了我们一直秉持的原则。但如果留下来，可能所有人都会有危险。林阳反驳道。有时候我们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争论越来越激烈，人们分成了明显的2派，一派支持留下死守，另一派则主张趁早撤离。而我作为小区事实上的协调者，必须做出一个决定。在所有人期待的目光中，我清了清嗓子。我认为最合理的方案是分流行动，体弱者和有特殊需要的居民留在小区，我们加强防御，有能力的居民可以选择撤离，但必须组成有序的团队，不允许单独行动。这个折中方案引发了新一轮争论，留下的人担心防御力量不足，撤离的人则担心团队会拖慢速度，增加风险。所有人都有合理的担忧，但在当前情况下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最终会议以一种勉强的共识结束，将在6小时内完成人员和物资的重新分配，划分留守和撤离2个团队，各自制定详细计划。所有人无论选择什么都必须遵守集体决策，不允许擅自行动。会议结束后，林阳拉住我不确定这是最好的选择，分散力量可能会导致2边都失败。我知道，我疲惫地说，但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允许我们用简单的对与错来判断了，每个选择都有风险。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减少伤亡。接下来的几小时，整个小区陷入了忙碌而紧张的准备中，居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和意愿报名加入不同的团队。出乎意料的是，选择留下的人比我们预计的要多。很多年轻人和有能力的成年人主动选择留下来保护老人和孩子，而不是寻求自己的安全。这种无声的团结和牺牲精神，让我在此刻看到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下午4点，分配工作基本完成，留守团队约占总人数的60%，包括所有老人、孩子、孕妇和部分自愿留下的护卫人员。撤离团队约占40%，主要是年轻力壮的成年人，他们将在天黑前出发，尝试抵达北区安全点。物资也进行了公平分配，留守团队保留了更多的食物和防御装备，因为他们面临的是持久战。撤离团队则获得了更多的便携食品、药品和工具，以应对路途中的各种情况。傍晚6点，撤离准备工作完成，我站在小区东门，看着那些即将离开的居民，他们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复杂的情绪，恐惧不舍，但也有一丝希望。林阳是撤离团队的领队，作为前警察，他有丰富的战术经验和应急处理能力，是这个危险任务的最佳人选。保重。我握住他的手，如果顺利抵达安全区，尽快发信号给我们，你们也是。林阳紧握我的手，守住小区，等我们带援兵回来。随着最后一缕阳光消失在地平线上，撤离团队在林阳的带领下悄然离开了小区。我站在原地，目送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心中默默祈祷着他们的平安。然而更大的挑战还在等待着留守的我们。当夜深人静时，远处隐约传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那是大群感染者移动时发出的低沉嘶吼，如同死亡的前奏曲，正一步步逼近我们的最后避难所。我站在楼顶，眺望东方的黑暗，知道明天将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我们筑起的防线是否能抵挡住那些失去人性的怪物？我们之间建立的信任与团结是否能在死亡面前继续保持？这一切都将在黎明到来时揭晓。凌晨3点，我被何志刚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以为他们来了。东南角已经出现感染者，我迅速穿好衣服，抓起背包，里面装着最基本的应急物品：手电筒、对讲机、饮用水、一把菜刀和几块巧克力。这是我这些天养成的习惯，随时准备应对最坏的情况。多少个？我一边下楼一边问。起码20个，可能更多。何志刚的声音紧绷，他们行动方式很奇怪，好像有组织性。这个信息让我心头一紧。之前的报告已经提到过，感染者正在进化，展现出更高级的行为模式，但亲眼目睹这种变化，还是让人毛骨悚然。到达小区东南角时，天还是漆黑一片，几名志愿者正架着应急照明灯，紧张地注视着围墙外的动静。在昏黄的灯光下，我看到约莫30个感染者正缓慢移动着，围绕着这一区域，但并没有直接攻击围墙。他们这是在干什么？一名志愿者不解地问，好像在侦查。我仔细观察着感染者的行为模式，他们确实不像早期那样无目的游荡或盲目攻击，相反，他们在围墙边缘移动，似乎在寻找着落点，不时会有1、2个靠近围墙，试探性的推拉，他们在找突破口。我低声说，像是在评估我们的防御。何志刚面色凝重，这不可能，感染者应该没有这种智能，也许不是智能，而是本能进化。我回答，脑中快速分析着各种可能性，就像蚂蚁不需要单个思考，却能作为群体表现出复杂行为一样。无论原因是什么，一个事实已经清晰，我们面对的不再是早期那种毫无组织的个体感染者，而是一个具有某种集体性
行为模式的威胁群体，这让我们的处境更加危险。通知所有人加固防御。我对何志刚说，特别是围墙的薄弱环节，我们需要更多人手和材料。接下来的2小时，整个小区陷入了忙碌的战备状态，每个留守的居民都被分配了任务，有人负责加固围墙，有人准备简易武器，有人则设立观察点，密切监视感染者的动向。陈经理调动了小区内所有可用的建筑材料、水泥带、钢筋木板，甚至是家具和电器，只要能增加防线的牢固度都被用上了。张老医生则在小区中心的活动室设立了一个简易医疗站，准备应对可能的伤员。他的助手们，几位有护理经验的居民正在清点药品和准备消毒设备。清晨6点，当第一缕阳光照亮东方时，我们终于完成了基本的防御准备。围墙的主要薄弱点被加固，简易的瞭望台在几个关键位置搭建起来，必要的撤退路线也被确定并标记。然而白天带来的不是安全感，而是更大的恐惧。在日光下，我们终于能清楚地看到小区四周的情况，感染者的数量远超我们的想象，不再是30个，而是上百个。他们包围了小区的东南方向，数量仍在不断增加。更令人不安的是，在感染者群中出现了几个明显不同的个体，他们比普通感染者高大，行动更敏捷，似乎在指挥其他感染者。那些是什么？何志刚指着那几个特殊个体，声音微微发颤。进化型。我盯着那些怪物，心里升起一种冰冷的恐惧。病毒在他们体内发生了变异，产生了更高级的形态，我们能抵挡住吗？何志刚问出了所有人心中的疑问，我没有立即回答。作为一个程序员，我习惯于分析问题的核心并寻找最优解，但眼前的情况复杂到无法用简单的逻辑来评估，太多未知变量，太多不可控因素，我们必须抵挡住。我最终说道，不仅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那些选择留下的老人和孩子，现在我们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上午10点，感染者开始了第一波试探性攻击，起初只是零星的个体冲击围墙，被我们轻松击退，但随着时间推移，攻击变得更加协调和集中。到中午时分，东南角的围墙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形，几处支撑点摇摇欲坠，我们需要转移那个方向的人员。我对急促赶来的陈经理说，同时准备第2道防线。陈经理点点头，立即组织人手开始撤离东南区域的居民。与此同时，几名志愿者在小区内部设置路障和障碍物，形成一个内围防线。下午2点，第一次大规模攻击开始了，几十个感染者在那些特殊个体的引导下，集中冲击东南角围墙的一个薄弱点。尽管我们的志愿者英勇抵抗，用铁棍和自制长矛击退了多次冲击，但围墙的结构已经明显摇晃，支撑不了多久了。负责东南角防御的志愿者通过对讲机报告，请求增援。我正准备带人前往增援，何志刚突然拦住我，你需要留在指挥中心协调整体防御，没有时间争辩。我只能点头同意。何志刚带着5名志愿者迅速奔向东南角，每人手持简易武器和防护装备。接下来的1个小时是我经历过的最漫长的时刻。对讲机中传来断断续续的报告，围墙在顽强抵抗，志愿者们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抵挡着一波又一波的攻击，但感染者的数量和协调性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防线正在一点点崩溃。下午3点45分，噩梦终于发生了，围墙破了，东南角围墙被攻破，感染者正在涌入。对讲机中传来何志刚惊恐的声音，背景是混乱的喊叫和可怕的嘶吼声。我立即通过广播系统发出警报，东南角防线失守，所有人立即撤退到内卫防线。重复，东南角防线失守，立即撤退。小区内瞬间陷入了有组织的混乱中，每栋楼的志愿者按照之前演练的流程，迅速组织居民向小区中心撤离，老人和孩子被优先护送，由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负责保护。我站在指挥中心小区物业办公室的2楼，透过窗户看着这一切。东南角已经完全沦陷，数十个感染者正涌入小区，追逐着撤退的居民。何志刚和他的小队正在进行殿后战斗，为其他人争取时间。何志刚立即撤退。我通过对讲机命令道，不要恋战，再给我2分钟。他的声音中透着决然，还有几个老人没撤出来。我咬着牙等待，心中为每1秒钟都感到煎熬。终于对讲机再次传来何志刚的声音，所有人都出来了，我们正在撤退，但感染者太多了，我们可能话音未落，通讯突然中断。我反复呼叫，但对讲机中只传来沙沙的电流声。该死，我狠狠砸了一下桌子，但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我深吸一口气，转向其他防线的负责人，所有人立即执行 B 计划，放弃外围区域，集中力量保护中心区。B 计划是我们之前为最坏情况准备的应急方案，放弃小区大部分区域，集中所有人员和物资于中心区的几栋高楼，形成一个小型堡垒。这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意味着我们将失去大量活动空间和物资，但在当前情况下已经别无选择。傍晚6点，小区的防线收缩到了中心区的3栋高楼，12栋、13栋和14栋。这3栋楼通过地下车库相连，形成了一个封闭的防御体系。所有幸存的居民约300多人都被安置在这3栋楼内，1楼和2楼的所有出入口都被封死，只留下几个紧急通道。3楼则成为了第1道真正的防线，配备了所有可用的武器和防御设施。就在我们完成最后的防御部署时，一个熟悉的身影踉踉跄跄地出现在12栋楼下，是何志刚。他浑身是血，右臂挂着，显然受了重伤。但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竟然独自一人从感染区突围回来了。我们迅速放下绳梯，将他拉上3楼。张老医生立即开始处理他的伤口，而何志刚虚弱但清醒地向我报告了东南角的情况。感染者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他气息微弱地说，他们会围攻落单的人，甚至会使用简单的工具，其他人都没能逃出来。我握住他的手，心中充满了愧疚和悲痛。那些勇敢的志愿者为了保护其他人而牺牲了自己，而我作为决策者，是否本可以做得更好，不是你的错。何志刚似乎看穿了我的想法，我们都知道风险，重要的是大部分人还活着。张老医生完成了初步处理，向我摇摇头，伤口很深，需要抗生
素和专业治疗，但最大的问题是他可能被咬了。我的心一沉，如果何志刚真的被感染，按照病毒的发作速度，很快就会转化，但我不能也不愿意就这样放弃他，继续观察。我对张老说，同时给他最好的治疗，如果有任何异常，立即通知我。夜幕降临，小区中心区的3栋高楼成了黑暗中的孤岛，周围的区域已经完全被感染者占领，他们游荡在曾经熟悉的街道和建筑间，不时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吼。我站在14栋楼顶，俯瞰着这个被感染者包围的小世界。不远处，城市的其他区域时而闪过火光和爆炸声，显然那里也在发生着激烈的战斗。我不禁想到那些选择撤离的居民，不知道他们是否安全抵达了北区安全点。正当我陷入沉思时，一个小女孩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李叔叔，我们会死吗？”我转过身，看到8岁的小文站在楼顶门口，她是1602的住户，父母在最初的感染爆发中就已经失踪，一直由邻居照顾。不会的，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坚定而温和，我们会挺过去的。小文走到我身边，仰望着星空。妈妈说，遇到困难时要向星星许愿。你觉得星星能听见我们的愿望吗？我看着那片布满星辰的夜空，突然想起了程序员们常说的一句话：在互联网时代，每一条数据都被记录，每一个请求都会有响应。也许星星也是一样，只是响应的方式我们无法理解。小文似乎被这个回答取悦了，他闭上眼睛，双手合十，小声地说着什么，然后他睁开眼睛，对我微笑。我许愿林叔叔和其他人能平安回来，带我们离开这里。林阳和撤离团队，是啊，如果他们成功到达了北区安全点，也许真的会带来救援。但从他们离开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30个小时，按照正常速度，他们应该早就到达目的地了。为什么还没有任何消息？送小文回到照顾他的阿姨那里后，我回到了临时指挥中心，13栋1801。这里原本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公寓，现在被改造成了我们的作战室。墙上贴着小区的平面图，标注了各个防御点和撤退路线。桌上摆放着所有可用的通讯设备，包括对讲机、手电筒和一台老旧的业余无线电。几名核心成员正在等我，脸上都写满了担忧。物资情况如何？我问周阿姨，粮食和水可以维持大约1周，如果严格控制的话。她回答，药品就比较紧张，特别是抗生素和止痛药，只够应付小规模伤患。防御方面呢？我转向陈经理，3栋楼的3层以下所有出入口都已封死，只留下地下车库的一个紧急通道。3层设立了防御点，配备了所有可用的武器。但说实话，如果大规模感染者同时攻击，我们很难坚持太久。何志刚怎么样了？我最后问道。张老医生摇摇头，伤势很重，仍有感染风险，但目前没有出现转化症状，这是个好兆头。会议持续了约1小时，我们讨论了各种可能的情况和应对措施，但所有人心里都清楚，我们的选择已经很有限，要么坚守到救援到来，要么在物资耗尽或防线崩溃前尝试突围，而这2条路都充满了未知和危险。会议结束后，我独自一人回到14栋楼顶。夜深了，小区周围的感染者似乎也安静了许多，只有偶尔的低吼声打破夜的宁静。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它的电池还能支撑几小时，尽管网络早已中断，但我还是习惯性的记录着每天发生的事情，就像写代码时记录日志一样。也许有朝一日，如果人类文明重建，这些记录能帮助人们了解这场灾难的真相。正当我敲击键盘时，一阵微弱的无线电杂音吸引了我的注意，是楼顶角落里的那台老旧业余无线电，它竟然亮起了指示灯。我立即冲过去，调整频率和音量。杂音中，一个断断续续的人声逐渐清晰。S 市水岸有人吗？重复 S 市水岸，花城有幸存者吗？我激动地抓起话筒，这里是水岸花城，我们有300多名幸存者，请指示。对方似乎也很激动，感谢上帝，我们是北区军方安全点，收到你们的定位信号，林阳和你们的撤离团队已经安全抵达，他们告诉我们你们的情况，林阳他们成功了。我几乎要欢呼起来，但对方的下一句话让我立即冷静下来，听着情况很复杂，整个 S 市已经沦陷了70%，军方正在组织最后的清剿行动，我们计划明天凌晨对你们所在区域空投补给，然后在36小时内派出地面救援队，但你们必须坚持住，明白吗？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守住你们的位置。明白，我们会坚持到救援到来。我坚定地回答，同时在心中计算时间36小时，意味着我们必须再坚持至少1天半。以目前的物资和防御状况，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至少我们看到了希望。对方又补充了一些细节，包括空投的准确时间和信号方式。然后通讯结束，我立即召集了所有核心成员，分享了这个好消息：林阳他们安全了。周阿姨喜极而泣，我就知道他能成功。36小时，陈经理沉思道，我们需要做好万全准备，感染者随时可能发动新的攻击。我点点头，从现在开始，我们进入最后的防御状态，所有人员严格按照分工行动，节约每一份物资，保存每一份力量。明天凌晨的空投将是关键，我们必须确保安全接收。大家各自散去准备工作，只有张老医生留了下来。何志刚的情况，他犹豫了一下，有些变化。我心里一紧，他开始转化了。不，恰恰相反。张老医生露出一丝疑惑，他的伤口在愈合，而且速度异常快，体温稍高，但没有典型的感染症状，这很奇怪。按理说被咬伤后应该很快出现症状，但他却我跟着张老去看了何志刚。他躺在临时医疗站的床上，正在熟睡，右臂的伤口确实比之前小了很多，但他的皮肤泛着不正常的潮红，呼吸也比平常急促。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我低声问张老。我不确定。他摇摇头，可能是某种免疫反应，也许他体内有抵抗病毒的因素，或者病毒正
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他。我接上他的话，心中涌起一种不安。如果病毒真的在进化，产生了新的感染模式，那么我们之前的所有认知和防范措施可能都要重新评估，继续观察。我最终说道，如果有任何异常，立即隔离，回到自己的临时住所14栋1602。我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明天凌晨的空投36小时后的救援，何志刚的异常状况，以及小区周围不断增加的感染者，这一切像齿轮一样在我脑中不断转动，寻找可能的联系和解决方案。作为一个程序员，我习惯于在混乱中寻找模式，在复杂中提取规律，但眼前的情况似乎超出了常规逻辑的范围。这不是一个可以用算法解决的问题，而是一场关乎生存的混沌博弈。凌晨3点，我被楼下的骚动声惊醒。透过窗户，我看到3栋楼的空地上聚集了大约50名居民，他们正在紧张而有序地准备着什么。原来是空投即将到来。按照无线电中的指示，我们需要在指定区域点燃信号火，引导空投投放，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将暴露自己的位置给周围的感染者。我迅速下楼加入，准备工作。陈经理正在组织人手，加强周围的防御，几名志愿者则在空地中央堆放易燃物，准备在接到信号后立即点燃。所有人保持警惕。我提醒大家，一旦空投开始，感染者很可能会被吸引过来，我们必须又快又安全地完成接收工作。3点45分，无线电传来信号，空投准备中，10分钟后执行，请点燃信号火。我们立即点燃了信号火，火焰在黑暗中跳动，照亮了周围的建筑和脸庞。所有人都紧张地注视着夜空，等待救援的到来。果然，不到5分钟，小区外围就传来了感染者的骚动声，他们被火光和动静吸引，开始向中心区移动。我们的防御人员立即进入戒备状态，手持武器，守在每个可能的入口。3点55分，远处传来了直升机的轰鸣声，随着声音越来越近，我们终于看到了那架身披军徽的黑色直升机，它飞得很低，似乎在确认我们的位置。然后几个大型箱体从直升机上投下，降落伞在夜空中张开，缓缓落向我们的空地。同时，直升机开始盘旋，用强力探照灯扫射周围的区域，暂时驱散了靠近的感染者，去收集空投。我指挥道，防御小组保持警戒。几名志愿者迅速冲向降落的箱体，将他们拖回中心区域。在直升机探照灯的掩护下，整个过程进行得很顺利，几乎没有感染者突破我们的防线。当直升机最终离去，我们迅速熄灭了信号火，开始清点空投物资、食物、药品、通讯设备，甚至还有一些武器和弹药。这些补给足以支撑我们度过接下来的36小时，等待地面救援的到来。然而就在我们刚刚松一口气的时候，14栋传来了一声尖叫，紧接着是混乱的喊叫声。感染者，14栋3楼有感染者。我的心瞬间沉到谷底。3楼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那里被突破，整个防御体系都将崩溃。我立即带着几名武装志愿者冲向14栋，电梯早已停用，我们只能通过楼梯爬上3楼。当我们到达时，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何志刚站在走廊中央，浑身颤抖，双眼通红，在他周围2名守卫倒在地上，一动不动。更可怕的是，走廊尽头的窗户已经被打破，几个感染者正试图爬进来。何志刚，我喊道，不敢相信眼前的情景，你做了什么？他转向我，眼中闪烁着我从未见过的光芒，既不是正常人的清明，也不是感染者的混沌，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充满计算性的冷漠。他们在呼唤我，他的声音嘶哑而扭曲，我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必须让他们进来。我举起武器，心中充满了悲痛和犹豫。何志刚是我的朋友，是这些天来并肩战斗的伙伴，但现在他已经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了。何志刚，如果你还有一丝理智，就退后。我的声音因为情绪激动而颤抖，我不想伤害你。他歪着头看着我，脸上浮现出一个诡异的微笑。李维，你太天真了，你以为这只是一场灾难？不，这是进化，我们正在变成更好的物种。说着，他突然向我扑来，速度快得惊人。我本能的开枪，子弹击中了他的肩膀，但他似乎感觉不到疼痛，继续向前冲。就在他即将扑到我身上的瞬间，身后的志愿者开火了。几声枪响过后，何志刚终于倒下，但他的眼睛仍然睁着，嘴角挂着那个诡异的微笑。封堵窗户，我回过神来，对志愿者们喊道：“不能让感染者进来！”大家迅速行动起来，用家具和木板封堵被打破的窗户，阻止更多感染者爬进来。与此同时，我蹲下身检查何志刚的状况。他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但他的身体状态令人费解，伤口几乎完全愈合，皮肤表面覆盖着一层奇怪的薄膜，血液也变成了不正常的深红色。这已经不是我们之前见过的任何感染症状。带他去医疗站，我对志愿者说：“小心处理，全程带防护。”处理完14栋的突发事件后，我回到了指挥中心。张老医生正在等我，表情凝重。刚才的情况我听说了。他低声说：“我很抱歉，没能及时发现何志刚的异常，不是你的错。”我摇摇头，这种新型感染方式，我们都没有经验。问题是，张老医生忧心忡忡地说，如果何志刚能够在没有明显症状的情况下被感染并转化，那么我们中间可能还有其他人也处于类似状态。这个可能性如同一盆冰水浇在我头上。如果真的有隐藏的感染者混在我们中间，那么无论我们的防御多么严密，都可能从内部被击破。我们需要一个方法来识别这种隐性感染。我思索道，何志刚转化前有什么特殊表现吗？体温略高，伤口愈合异常快，还有张老医生回忆着。他说他能听到声音，像是某种呼唤。我突然想到了什么，他是在空投到来之前开始异常的，对吗？张老点点头，确实，他昨晚开始出现明显的烦躁和幻听，
这个时间点很关键，会不会是直升机的声音或者其他某种刺激触发了何志刚体内病毒的最终转化？如果是这样，那么接下来的36小时，随着救援队逐渐接近，可能会有更多隐性感染者被激活。我们需要加强内部防范。我决定到，从现在开始，每栋楼设立隔离观察区，任何出现异常症状的人，无论多么轻微，都必须接受检查。同时加强轮班制度，确保每个关键岗位都有多人监督，防止单个感染者造成突破。张老医生表示同意，立即着手准备相关措施。我则回到楼顶，用无线电向北区安全点报告了最新情况，特别是关于何志刚这种新型感染方式的发现，这与我们这边观察到的一致。对方回应道，病毒确实在进化，产生了更为复杂的感染模式。我们已经将这个信息上报给军方科研部门，他们正在加紧研究应对方法。还有多久能派出地面救援队？我迫切地问道。按计划是36小时，但考虑到新情况，我们会尽量提前保持警惕，随时准备撤离。通讯结束后，我站在楼顶，看着东方渐渐亮起的天光。新的一天开始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比昨天更加严峻，不仅要防御外部的感染者进攻，还要警惕内部可能存在的隐性感染。而救援仍在36小时之外。我深吸一口气，转身走向楼梯。无论前路多么艰难，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行。因为在这个被感染者包围的孤岛上，除了彼此，我们别无依靠。突围空投事件后的第二天，小区中心区的3栋楼已经变成了一座真正的堡垒。1楼和2楼的所有窗户都被钢板和家具封死，只留下几个隐蔽的观察口。3楼设置了完整的防线，配备了空投中获得的武器和弹药。楼层之间的通道被严格控制，每个出入点都有至少2名志愿者看守。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生物污染排查机制，每4小时对所有居民进行一次全身检查。何志刚的事件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敌人可能已经在我们之中。上午10点，我正在14栋顶楼的临时指挥中心查看防御部署图。陈经理匆匆赶来，12栋发现2名可疑感染者，他们出现了与何志刚类似的症状，体温偏高，行为异常，声称能听到呼唤。我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已经隔离了吗？正在进行，但12栋的居民有些抵触，他们认为我们反应过度，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家人被强行隔离。我跟着陈经理赶往12栋，一路上我注意到小区内的气氛比前一天更加紧张，人们行色匆匆，彼此之间保持距离，眼神中充满警惕和恐惧。何志刚的转化在幸存者心中种下了可怕的种子，任何人，包括最亲近的人，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威胁。到达12栋时，情况已经有些失控，3楼走廊上聚集了10几名居民，他们正与防疫志愿者发生争执，争吵的焦点是2名被隔离的居民，一对中年夫妇，他们被关在一间临时改造的隔离室内，隔着门不断呼喊着什么，他们只是普通感冒，你们凭什么把他们关起来？一名年轻女子激动地质问道，她是被隔离夫妇的女儿，规定就是规定，任何出现可疑症状的人都必须关进禁闭室，直到确认安全。志愿者严肃地回答，这是为了所有人的安全。争执越来越激烈，眼看就要演变成肢体冲突，我迅速上前向双方示意冷静，大家先别急。我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这只是一项预防措施，不代表他们一定被感染了。如果观察期结束没有转化迹象，他们就能回家。可是他们身上根本没有伤口，女儿仍然不依不饶。我妈只是吓到了，她身上连个抓痕都没有，怎么可能变异？我理解她的焦虑，但在当前情况下，我们不能冒任何风险。何志刚的例子已经证明，这种该死的病毒似乎在进化，哪怕没有明显外伤，只要接触过污血或飞溅物，都有可能造成隐性感染。我理解你的担忧，我柔声说，但请想想何志刚的事件，如果我们当时更加警惕，也许就能避免14栋的破损和人员伤亡。现在我们不能犯同样的错误。提到何志刚，人群中的情绪有所缓和，那个惨痛的教训仍然鲜活在每个人心中。那至少让我陪着他们吧，女儿恳求道。我不能让他们一个人面对这些，这是个难题。从人道角度讲，患病者当然需要亲人的陪伴，但从防卫角度看，这增加了交叉感染的风险。我思考了一下，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你可以通过门窗与他们交流，但不能直接接触，同时你也需要每天接受2次检查，如果出现任何异常症状，必须立即报告。女儿虽然不满意，但也只能接受这个方案。人群逐渐散去，但这次小冲突却给我敲响了警钟。随着时间推移和压力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团结正在被侵蚀。如果情况继续恶化，我们可能面临的不仅是外部感染者的威胁，还有内部分裂和混乱。回到指挥中心，我召集了核心团队成员，讨论如何在保证安全的同时维持小区的凝聚力。我们需要更透明的信息共享。周阿姨提议，人们害怕未知，如果他们了解我们为什么做某些决定，就更容易接受。同时增加积极的社区活动。张老医生补充道，即使在隔离条件下，也可以组织一些安全的互动，比如楼层间的歌唱比赛、儿童故事会等，帮助人们保持希望和活力。这些建议很有价值。经过讨论，我们制定了一个更全面的社区管理计划，希望在严格戒备的同时，也能照顾到人们的心理需求。下午2点，无线电再次有了动静，是北区安全点的联络官，水岸花城。听到请回答，有重要情况通报。
我立即回应：“这里是水岸花城，请讲计划有变。”联络官的声音中带着明显的紧迫感。北区安全点发生大规模感染，我们不得不撤离原位置，救援计划暂时搁置。这个消息如同一盆冰水浇在我头上。北区安全点是军方在 S 市设立的最大避难所，如果连那里都沦陷了，那么整个城市实际上已经失守。林阳和其他人呢？我急切地问道：“他们安全吗？”大部分人已经随军方撤离，但过程中出现了混乱，有人失散。联络官顿了顿，我们正在尝试重新建立联络。目前你们必须自行坚守，直到新的救援计划制定。我们还能坚持多久？我不由自主地问出这个沉重的问题。联络官沉默了几秒，坦白说情况不容乐观。整个 S 市的感染正在加速扩散，特别是那种新型隐性感染。军方正在考虑最后的清剿方案。最后的清剿方案，这个模糊的词语背后隐藏着多么可怕的含义？我不敢细想。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我追问道。72小时，最多。之后联络官没有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确，72小时后可能就没有任何救援了。通讯结束后，我站在楼顶，望着远处的城市轮廓，黑烟从几个区域升起，零星的爆炸声和枪声不时传来。这座曾经繁华的城市正在一点点死去，而我们就像困在这座死城中的一群蚂蚁，绝望地寻找着生路。晚上6点，核心团队再次集合，讨论最新的形势变化。救援计划取消，意味着我们只能靠自己了。陈经理直截了当地说，现有物资最多支撑5天之后就会面临严重短缺，最大的威胁是那些隐性感染者。张老医生忧心忡忡地说，今天又发现了3名可疑病例，都有类似的症状，轻微发热，行为异常，声称能听到呼唤。我们还能坚守多久？周阿姨问出了大家心中的疑问。我看着地图，心中盘算着各种可能性。按照目前的防御状况和感染态势，小区中心区最多还能坚守3到4天，但如果出现大规模隐性感染集中转化，可能连24小时都撑不过去。沉默笼罩了会议室，每个人都明白，我们正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即使尽了最大努力，这里也很可能成为我们的坟墓。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撤离？陈经理谨慎地提出这个问题。我已经思考了整个下午，留下来固守，面临的是物资耗尽和防线崩溃的风险，而撤离则意味着要穿越充满感染者的城区，前往一个可能已经不复存在的安全区。两条路都充满危险，但至少撤离还保留着一丝希望。我认为撤离是唯一的选择，我最终说道，但不是盲目的奔向北区，而是前往城市边缘的西山区。我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点，这里有一个林业站，地势高，周围人口稀少，感染风险相对较低。如果我们能到达那里，可以暂时避开城市中的大规模感染，等待进一步的救援。西山区距离这里至少25公里。陈经理皱眉道，徒步需要1整天，途中要穿越多个可能已经沦陷的区域，而且我们有300多人，包括老人和孩子。周阿姨忧虑地说，这么大规模的撤离几乎不可能不引起感染者的注意，这些都是合理的担忧。但相比于留在小区等死，我更倾向于主动寻求生机。我们可以分组撤离，我解释着我的计划，小组之间保持距离，互相呼应，体弱者由身强力壮的人护送，每组都配备足够的通讯和防御装备，走森林小路而非主干道，尽可能避开已知的感染区。经过激烈讨论，团队最终同意了撤离方案，但决定先进行一次小规模侦查。我将带领一个5人小队，沿着预定路线前进约5公里，确认路况和安全状况，然后返回汇报。如果侦查顺利，大部队将在48小时内开始撤离。会议结束后，我开始组织侦察队，队伍包括我自己、2名有户外经验的年轻人、1名退役军人和1名熟悉 S 市地形的出租车司机。我们选择了最轻便的装备背包、饮用水、干粮、手电筒和简易武器，以确保机动性。通信方面，我们带了对讲机和1台便携式无线电，可以与小区保持联络，但考虑到电池寿命和信号范围，预计只能维持约6小时的通讯。晚上10点，我们5人在小区东门集合，准备出发。黑夜是我们的盟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掩护我们的行动。天气阴沉，没有月光，虽然增加了行进难度，但也降低了被发现的风险。临行前，我对留守的核心成员简单交代了一些事项，然后与每个人握手告别。36小时后，如果我们还没有返回，就按原计划撤离。我对陈经理说，不要等我们。出发前，我最后一次登上楼顶，俯瞰这个曾是家的小区。尽管只住了5年，但这里承载了太多记忆，从刚入职时的兴奋，到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再到这场末日中的团结与挣扎。无论结局如何，这段经历都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我们选择从小区东北角出发，那里的围墙较低，且周边感染者相对较少。在志愿者的掩护下，我们一个接一个地翻越围墙，悄无声息地潜入黑暗中。城市在夜晚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宁静，没有了车流和人声，只有风吹过废弃建筑的呜咽，偶尔夹杂着远处传来的不知是人是兽的叫声。我们沿着预先规划的路线，尽量避开开阔地带和可能的感染聚集区，保持着快速而安静的行进。前2公里的路程相对顺利，我们穿过了几条空荡荡的街道和一个小型公园，只遇到了零星的感染者都成功避开了。城市的这一区域似乎已经被感染者和人类都遗弃了，只留下一片死寂。但随着我们接近市中心，情况开始变得复杂。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遭遇了第一次真正的危机。约莫20个感染者正在一辆翻倒的卡车周围游荡，他们的行动模式与我们之前见过的有所不同，似乎更有目的性，不时停下来倾听什么。我们躲在一栋建筑的阴影中，观察着这群感染者，
他们在干什么？队伍中的退役军人低声问道，像是在巡逻。出租车司机回答：我以前在这条路上开过无数次，从没见过这种情况。我仔细观察着感染者的行为模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们不是在巡逻，而是在等待。等待什么？不确定，但看他们的站位和注意力方向，似乎是在守着什么东西，或者预期会有什么东西经过这里。这一发现让我们更加警惕。如果感染者已经进化到能够设置埋伏的程度，那么我们原定的撤离路线可能面临比想象中更大的风险。经过短暂讨论，我们决定绕道而行。虽然这会增加行程距离，但安全第一。绕行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穿过一个废弃的购物中心。这座曾经熙熙攘攘的商场现在一片狼藉，商铺被洗劫一空，地面上散落着各种垃圾和干涸的血迹。正当我们小心翼翼地穿过一家服装店时，突然听到了微弱的金属碰撞声，我们立即警觉起来，握紧武器，背靠背站成一圈，防备可能的袭击。声音来自商场的深处，似乎是有人或什么东西在移动。在末日环境下，任何异常声音都可能意味着危险。谁去查看？退役军人低声问道。我去，我自告奋勇。你们在这里警戒，如果5分钟内我没回来，就按原计划继续前进。我轻手轻脚地向深渊方向移动，手中握着一把军用匕首，空投物资中的一项。商场内部黑暗而潮湿，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一种难以形容的腐朽气息。声音越来越清晰，似乎来自一家小型超市的后舱。我屏住呼吸，慢慢推开半掩的门，手电筒的光束扫过堆积的货架和箱子。就在这时，一个小小的身影从箱子后面窜出，我本能地举起匕首，但在最后一刻认出了那是一个孩子，一个约莫10岁的小男孩，脏兮兮的脸上写满了恐惧。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我立即放下武器，尽量让声音听起来温和。你一个人在这里吗？男孩警惕地看着我，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似乎在犹豫要不要说实话。我们是从水岸花城来的，正在寻找安全的撤离路线。我解释道，希望能获得他的信任。你怎么称呼？小军男孩终于开口，声音因为长时间不说话而有些嘶哑。我和妈妈一直躲在这里，但是3天前他出去找吃的，就再也没回来。我心里一沉，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里，一个独自外出的人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我轻声问道。我们有食物和水，正前往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小军犹豫了一下，然后点点头。他带着我来到他的家，超市后舱的一个小隔间，里面铺着纸板和衣物，角落里放着几个空水瓶和食品包装，等我收拾一下。他说着，开始将几件个人物品塞进一个小背包，其中包括一本破旧的漫画书和一个看起来很老旧的游戏机。这些天真的物品在当前环境中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却又如此珍贵。他们是这个孩子与正常世界最后的联系。带着小军回到队伍时，其他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但没有人提出异议。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每一个生命都值得珍视和保护。有了小军的加入，我们不得不调整行进计划。一方面需要照顾他的体力和安全，另一方面他对商场及周边区域的熟悉程度出乎意料的高，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西边那条路不能走，他指着我们原本计划的路线说，那里有很多怪物，而且他们最近变得更聪明了，会躲在暗处袭击人。你怎么知道的？退役军人问道。我在高处看到的，小军解释道。妈妈不让我出去，但我经常爬到屋顶观察。有一次看到一群人想从那条路逃走，结果被埋伏的怪物全部抓住了。这个信息令人不安，但对我们至关重要。如果按原计划行进，我们可能会直接撞上感染者的埋伏。在小军的指引下，我们改走了一条更迂回但相对安全的路线，通过几栋商业建筑的连接走廊和地下停车场，避开了主要街道。凌晨2点，我们抵达了计划中的第一个重要节点 S 市第4中学。这所学校位于市区边缘，是通往西山区的必经之路。按照原计划，我们会在这里短暂休整，然后继续前进。学校的大门紧锁，但围墙有一处倒塌，形成了一个小缺口。我们轻松翻过围墙，进入了校园。操场空旷而寂静，教学楼的窗户大多破碎，在月光下投下诡异的影子。这里看起来已经被废弃了。出租车司机低声说，希望没有不速之客。我们决定在教学楼1层的一间教室里短暂休息，这个位置既有遮蔽，又便于观察外部情况。最重要的是有多个逃生路线。进入教室后，我们简单清理了一下空间，铺上背包里带的简易睡垫。小军很快就在角落里睡着了，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安心睡过觉了。我和退役军人轮流守夜，通过无线电与小区保持联络，报告我们的位置和发现。目前为止，西南线路相对安全。我向陈经理汇报，但感染者的行为模式有变化，他们开始展现出协作和伏击能力，建议修改原定撤离路线，避开主干道和开阔区域。陈经理在另一端确认了信息收到，我们这边情况还算稳定，但隔离区又有2人出现可疑症状。时间不多了，你们什么时候返回？按计划，明天傍晚前，我们会尽可能探索更远的路线，确保大部队撤离时有详细的导航信息。通讯结束后，我靠在窗边望着外面的夜色，尽管疲惫不堪，但我的大脑仍在高速运转，分析着各种可能的情况和应对方案。作为一个程序员，我习惯于在复杂的问题中寻找模式和解决方案。现在我正将这种思维应用于生存这个最基本的程序中。天亮时分，我们继续前进。小军经过一夜休息，精神好了很多，甚至开始主动介绍周围的环境和他所知道的信息。前面那个加油站经常有人去找汽油，他指着远处一个壳牌标志说，但那里很危险，因为声音会引来怪物。你知道西山区的情况吗？我问道。那里有人居住吗？小军摇摇头，不太清楚。妈妈说山上比较安全，但路很难走，所以我们一直没去。继续沿着计划路线行进约2小时后，我们遇到了第一个重大障碍。
来。通往西山区的主要道路被一个巨大的车祸现场封锁，数十辆车辆相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几乎无法通过的金属迷宫。更糟糕的是，这片区域明显有感染者活动的痕迹，地面上的新鲜血迹、被撕碎的衣物和时不时从车辆间传来的低沉嘶吼。我们得找另一条路。退役军人坚定地说：“从这里穿过去太危险了。”我查看地图，寻找可能的替代路线。正在这时，小军轻轻拉了拉我的衣角，我知道一条小路。他压低声音说：“通过那边的小区可以绕过这片区域。”妈妈带我走过一次，在小军的带领下，我们沿着一条几乎被杂草掩盖的小径前进，穿过一个废弃的居民小区，最终成功绕过了车祸现场，重新回到了通往西山区的道路上。这段绕行虽然增加了约1小时的行程，但避免了可能的危险遭遇，证明是明智之举。中午时分，我们终于抵达了计划中的最远点，市郊一座废弃的加油站。从这里往前就是通往西山区的山路，沿途树木茂密，视野受限，不适合轻装小队探索。按照原计划，我们会在这里调头返回，但经过这一路的探索，我意识到撤离路线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单靠口头描述和简易地图，很难保证大部队安全通过，特别是考虑到感染者行为模式的变化和路况的不确定性。经过简短讨论，我们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我和小军将返回小区协助大部队撤离，而其他3人则继续前往西山区林业站，确认那里是否安全，并尝试建立某种视觉信号，引导后续撤离者。这个决定充满风险，但考虑到时间紧迫和信息的重要性，这可能是最合理的选择。分别前，我们共享了所有收集到的情报和观察结果。3天后的傍晚，我们会在林业站点亮信号火。退役军人说，如果看到红色火光就表示安全，如果是绿色就表示有危险，需要改变路线。我点点头。如果一切顺利，我们会在第4天傍晚抵达；如果到第5天还没有人到达，我们会等到第7天。他坚定地说，之后就按各自情况行动。就这样，我们分成2组，踏上了不同的路途。小军选择和我一起返回，这让我既感动又担忧。感动于他的信任，担忧于将他带回已经开始瓦解的小区是否明智。但在这个世界里，每个决定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能做的只是按照最好的判断行动，然后祈祷运气站在我们这边。返程比来时顺利得多。有了之前的经验和小军的引导，我们成功避开了几个危险区域，选择了更加隐蔽和安全的路线。傍晚时分，我们再次来到了水岸花城的围墙外，通过无线电联系小区，不到10分钟就有志愿者前来接应，帮助我们安全返回。小区的情况比我离开时略有恶化，又有数名居民出现了可疑症状，被安排在隔离区观察。物资消耗比预期更快，部分是因为情绪紧张导致的浪费。最令人担忧的是，小区外围的感染者数量明显增加，特别是东南角，几乎形成了一个小型聚集区。但好消息是，核心团队已经基本完成了撤离准备，包括路线规划、物资分配和人员编组。有了我带回的第一手情报，这些计划可以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明天晚上就必须动身。陈经理在听取了我的汇报后说，再拖下去，可能连突围的机会都没有了。张老医生点点头，隔离区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已经有迹象表明病毒正在加速进化，潜伏期可能进一步缩短。我们必须在大规模转化发生前离开。经过激烈讨论，我们确定了撤离计划的最终版本：明晚10点，当大多数感染者活动减弱时，分3组，从小区不同方向突围，然后在预定地点汇合，共同前往西山区。每组配备充足的物资、武器和通讯设备，由经验丰富的志愿者带队。特别弱势的群体，老人、儿童和病患将集中在中间组，受到最严密的保护，而体力最好的年轻人则分布在前后，负责开路和断后。计划制定完毕后，我们开始了最后的准备工作：检查装备、分配物资、确认路线和紧急预案。每个参与撤离的人都接受了简单培训，了解基本的安全规则和紧急情况下的应对方法。我被安排在第1组，负责开路和侦查。小军坚持要跟着我，尽管我劝他留在更安全的中间组。我知道路，他固执地说，而且我很轻，不会拖累你们。考虑到他对周边环境的熟悉程度确实是宝贵资源，我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但要求他必须严格遵守所有安全指示。晚上我回到临时住所，尝试休息一下，为明天的挑战积蓄体力，但睡意迟迟不来，脑中充斥着各种可能的情景和应对方案。我打开电脑，再次检查撤离路线图，标注了所有已知的危险点和避难所。虽然电池电量已经不多，但我还是忍不住写下了一些感想，就像过去几天一直做的那样。2023年2月2日，水岸花城最后一夜。明天我们将离开这个暂时的避难所，踏上一段未知的旅程。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安全抵达目的地，也不知道目的地是否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安全。但唯一确定的是，留下来将意味着缓慢而确定的死亡。如果有人在未来读到这些文字，请记住，在这场灾难中，人类展现出了最可怕的一面，但也展现了最崇高的勇气和团结。无论结局如何，这段经历都值得被记录和铭记。李威，一个普通的程序员，在末日中偶然成为领导者的记录。合上电脑，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思绪万千。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在西山区的林业站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也可能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挣扎求生，甚至可能已经成为那些失去人性的怪物中的一员。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此刻我们还有希望，还有彼此，还有为生存而战的决心。这或许就是末日中最宝贵的财富。撤离前的最后一天，整个小区笼罩在一种奇异的紧张氛围中，每个人都在忙着最后的准备工作，检查装备、分装物资、记忆路线，甚至练习安静快速行走的方式。但在这些忙碌的表象下，是无法掩饰的恐惧和不安。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说，小区外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未知危险的异域。上午10点，我在指挥中心召集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确认所有细节。300余名居民已经被分成了3
3个大组，每组约100人，由经验丰富的志愿者带队。每个大组内又细分为若干个10人小队，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灵活应对。第一组将从西北角出发，我指着地图说，沿着这条路线前进，避开主干道和开阔地带，尽量利用建筑物和地形掩护。第二组从西南角出发，主要负责运送物资和护送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第三组从东北角出发，路线最长但也相对安全，主要承担断后和支援的职责。每个组长仔细记录着自己的任务和责任，提出问题，确认细节。尽管我们已经反复讨论过这个计划，但在真正执行前，每个人都希望确保万无一失。会议接近尾声时，一个尖锐的问题被提出：如果有人在路上出现感染症状怎么办？房间里瞬间安静下来。这是我们一直避而不谈的难题。在撤离过程中，随时可能有人转化为感染者，而一个感染者足以危及整个团队的安全。我深吸一口气，直面这个残酷的问题。任何出现明显感染症状的人必须立即隔离，由小队长决定后续处理方式，可以选择留下看护，也可以采取更极端的措施。但无论如何，不能让一个人的感染危及整个团队的安全。尽管表述含蓄，但每个人都明白我的意思。在这个残酷的新世界里，有时候最人道的选择反而是最难做的决定。会议结束后，我查看了隔离区的情况，目前有17人因可疑症状被隔离，其中5人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前期转化迹象，体温异常升高，持续幻听，行为冲动。他们的状况如何？我问张老医生，不容乐观。他摇摇头，病毒似乎在加速进化，转化过程比之前更快。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最多再有12小时，他们就会完全失去理智。这个消息让撤离计划的紧迫性更加凸显。我们必须在大规模转化发生前离开，否则可能连突围的机会都没有了。他们知道自己的情况吗？我低声问道。张老医生点点头，大多数人都明白，他们希望在完全转化前离开。我明白他的意思，这些即将转化的患者希望在还保留人性的时候，以人的身份离开这个世界，而不是变成那些失去理智的怪物，给他们最好的关怀。我说，声音有些哽咽。如果他们做出决定，尊重他们的选择，离开隔离区，我去了小区内的临时托儿所，那里安置着10几名失去父母的孩子，包括我们在商场发现的小军。孩子们正在收拾自己的小背包，每个人都只能带最重要的物品。看到我进来，小军立刻跑过来，脸上带着少有的兴奋。李叔叔，我们今晚真的要去山上吗？我蹲下身，平视着他的眼睛。是的，不过路上可能会有些困难，你害怕吗？小军摇摇头，小声说，有点，但我不想一个人留下。你不会一个人的。我轻声保证，我会照顾你，大家都会互相照顾，好吗？他点点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东西递给我，那是一个简陋的手工项链，用线穿着几个不同颜色的塑料珠子，这是我做的。他有些害羞地说，妈妈说护身符能保护人，给你。李叔叔，保护你也保护我。这个简单的礼物让我心头一暖。在这个充满恐惧和绝望的世界里，孩子的纯真和希望如同黑暗中的一丝光明，提醒着我们为什么要继续战斗，继续生存。我接过项链，郑重地戴在脖子上。谢谢你，小军，这回是我最珍贵的护身符。下午3点，天空突然暗了下来，乌云密布，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气息，似乎预示着暴风雨的到来。这个变化让我有些担忧，雨天会增加行进的难度，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掩护我们的行动，减少被感染者发现的风险。经过简短讨论，我们决定不改变计划，按原定时间撤离。傍晚6点，我登上楼顶，最后一次俯瞰这个曾经的家。暮色中的小区显得格外宁静，仿佛世界末日从未降临一般。远处，城市的轮廓在阴沉的天空下若隐若现，偶尔有直升机的轰鸣声传来，打破这片假象的平静。想什么呢？陈经理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在想，如果没有这场灾难，我现在会在做什么？我坦率地说，可能是在公司赶项目，或者在家看电影，或者约朋友吃饭。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小事，现在看来如此珍贵。陈经理靠在栏杆上，和我一起望着远方。人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但世界在变化，我们也在变化。也许未来会有新的习以为常等着我们去珍惜。这种朴素的哲理在当前环境中显得格外有力量。是的，世界已经改变，但人类的适应力和重建能力是惊人的。只要我们活着，就有希望创造新的生活，新的正常。晚上9点，所有参与撤离的居民集中在小区中心区域，进行最后的整队和检查。每个人都背着精简的行囊，脸上写满了紧张和期待。孩子们被嘱咐保持安静，老人们则得到了特别的关照和支持。我作为第一组的领队，最后一次检查了装备和通讯设备。我的小队包括10人，其中有2名有户外经验的年轻人，1名退休保安，几位身体健康的中年人，以及固执要跟着我的小军。各位注意，我低声对队员们说，一旦出发，就要严格遵守之前的训练，保持安静，跟紧队伍，听从指挥。如果遇到危险，不要惊慌，按照预定方案行动。记住，我们的目标是西山区林业站，那里有我们的同伴等待。队员们严肃地点头。经过这些天的训练和准备，每个人都已经从最初的惊恐中成长为相对冷静和坚决的幸存者。还有5分钟，陈经理看了看手表，确认所有通讯设备。我们检查了对讲机和几台手摇发电的无线电，确保可以在撤离过程中保持联络。虽然电池寿命有限，但至少能在关键时刻提供必要的沟通。一切准备就绪，我向陈经理报告，第1组可以出发了。就在这时，天空中突然划过一道闪电，紧接着是一声震耳欲聋的雷鸣。暴风雨终于来了，雨点重重地砸在地面上，转眼间形成了倾盆大雨。这是个好兆头，
退休保安乐观地说：“雨声会掩盖我们的行动，雨水也会冲散我们的气味，减少被发现的风险。”我希望他是对的，但直觉告诉我，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可能带来的不仅仅是帮助，也有更大的挑战。按计划行动，我最终决定，第一组准备出发。在志愿者的掩护下，我带领第一组悄然向西北角移动。暴雨成了我们最好的掩护，模糊了视线，也淹没了脚步声。围墙早已被我们事先做了标记，指示着最容易攀爬的位置。我先爬上围墙，确认外面暂时安全，然后招手示意队员们一个接一个的翻越。每个人都表现得出乎意料的冷静和有序，即使是年纪最小的小军，也只是在被大人抱着翻墙时轻轻抖了一下。当第一组全部安全越过围墙时，我通过对讲机向指挥中心报告，第一组全部出来了，开始按计划路线前进。第二组可以准备了。陈经理的声音从对讲机中传来，收到，注意安全，保持联络。就这样，我们踏上了这段充满未知的旅程。暴雨中的城市街道显得格外陌生和危险，积水已经没过脚踝，每一步都伴随着水花声。但所幸雨声掩盖了这些细微的动静。我们沿着预定路线快速前进，尽量贴近建筑物行走，利用一切可能的掩体。每到一个拐角或开阔地带，都会先派人侦查确认安全后再前进。前2公里的行程相对顺利，只遇到了几个零星的感染者，都被成功避开。但随着我们接近之前发现的那个车祸封锁区，情况开始变得复杂。李维，我们还是走小军之前带我们走的那条小路吗？队伍中的一名年轻人问道。我点点头，是的，那条路比较隐蔽，而且已经确认过相对安全。然而，当我们来到小路入口时，发现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持续的暴雨让小径变成了一条泥泞的小溪，几乎无法行走。更糟糕的是，周围的低洼地带已经积水严重，形成了小型的积水区。我们不能走这条路了。我迅速判断，需要找另一条路绕过去。这个突发变化打乱了我们的计划，原定路线已经被详细侦查过，每个危险点和避难所都有标记，现在不得不临时改道，意味着我们将面对更多未知风险。我们可以试试那边。小军小声建议，指着一排商铺，穿过那些商店，可以到达另一条街道，那里地势较高，应该不会积水。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他指的方向，然后查看地图，这确实是一个可行的替代路线。虽然会增加约半小时的行程，但比冒险穿越积水区要安全得多。好主意！我拍拍小军的肩膀，然后对队伍说：“我们走那边，保持警惕，注意观察商铺内部情况。”就在我们准备转向的时候，对讲机突然响起，是第2组的组长。紧急情况，我们被发现了。西南角有大量感染者聚集，正在逼近，请求支援。我的心一沉，第2组负责运送物资和护送弱势群体，如果他们被攻击，后果不堪设想。你们的具体位置？我迅速回应。西南角围墙外约200米，靠近那家废弃的加油站。我们试图绕行，但感染者似乎是有组织的围堵我们。我看了看我们的位置，再看看地图，如果全速前进，我们大约需要15分钟才能到达他们的位置，但这意味着要放弃原定路线，直接穿越几个可能存在危险的区域。第3组呢？我问道。你们能联系上他们吗？断断续续。对方回答。他们似乎也遇到了麻烦，东北角的出口被堵住了，正在寻找突破口。情况比预想的要糟糕得多，3个撤离组几乎同时遭遇危机，这不可能是巧合。感染者的行动模式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协调性，仿佛他们能预判我们的计划一般。我必须做出抉择，是按原计划继续前进，还是回头支援第2组？各位，我转向队员们，情况有变，第2组遇到麻烦需要帮助，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开路，确保通往西山区的路线安全。我提议分成2队，一队继续前进探路并在预定地点等待，另一队随我去支援第2组。自愿留下的请举手。经过简短讨论，我们决定由3名年轻人和小军继续前进，探索安全路线，而我带领其余队员回头支援第2组。李叔叔，我想和你一起去。小军拉着我的衣角说，我认识那条路，可以帮你们。我蹲下来，平视着他的眼睛。小军，你已经帮了我们很多，但现在我需要你和他们一起前进，因为你对那条路最熟悉，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只有你能完成，你明白吗？小军犹豫了一下，然后郑重的点点头。我明白，我会带他们安全到达山上。分别前，我给留下的队员详细说明了路线和注意事项，确保他们能够安全前进。然后我带领支援小队向第2组的位置快速移动。雨越下越大，街道已经变成了小型河流，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齐腰深的水中前进，同时警惕着可能潜伏在水下的危险。通过对讲机，我们与第2组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获取他们的最新位置和情况。情况不容乐观，他们已经被约30个感染者包围，只能勉强在一栋商业建筑的2楼坚守，其中已经有人受伤。当我们距离目标还有约100米时，突然听到前方传来几声枪响，紧接着是人群的尖叫声。他们开始攻击了！对讲机中传来第2组组长惊恐的声音。我们撑不了多久了。我们加快步伐，但在一个转角处，面前的景象让我们停下了脚步。大约20个感染者正在一栋建筑物周围游荡，其中几个甚至在试图爬上2楼。建筑物的窗户时不时闪出枪火，但显然弹药有限，每一枪都必须精确射击。我们需要一个计划。我对队员们说，正面冲击太危险，我们需要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我迅速环顾四周，寻找可利用的资源。不远处有一辆废弃的卡车，车厢里堆满了建筑材料，旁边是一家已经被洗劫一空的电器店，橱窗里还摆着几台损坏的电视和音响。一个
计划在我脑中形成。你们两个，我指着2名身强力壮的队员去那辆卡车，找一些可以引起噪音的东西。你我转向退休保安，检查那家电器店，看能否找到任何可用的设备。其他人准备武器，一旦行动开始，我们需要迅速而有效地清除障碍。每个人都明确了自己的任务，立即行动起来。几分钟后，我们集合了一些可用的工具，几块金属板，一个勉强能工作的扩音器和一些简易武器。计划是这样的，我解释道，我们在那栋建筑的反方向制造噪音，吸引感染者注意。当他们分散注意力时，你们两个，我指着体力最好的2名队员，负责清理通往建筑物的路径，其余人负责掩护，确保撤退路线安全。检查了一下每个人的准备情况，我最后提醒道，记住，速度和精准是关键，一旦开始行动，不要停顿，不要犹豫。准备好了吗？所有人点头。我们的脸上都写满了决心和紧张，但没有人退缩。这就是末日中的真实人性，在面对几乎不可能的挑战时，人类依然能够团结起来，为生存而战。行动！我一声令下，2名队员立即启动了我们的噪音装置，金属板被猛力敲击，扩音器发出尖锐的啸叫。这突然的噪音在雨夜中显得格外刺耳，立刻吸引了大多数感染者的注意。他们转向声源，开始缓慢但坚定的移动。就在他们被分散注意力的瞬间，我们的突击小组迅速行动，清理通往建筑物的路径。几个留守的感染者被迅速而无声的解决。不到2分钟，我们就为第2组创造了一个突围的机会。现在我通过对讲机喊道，我们已经清理了东侧的路径，抓紧时间撤离。建筑物的门很快打开，第2组的成员开始有序撤出，他们中有几人受了伤，被同伴搀扶着，还有一些年长者和孩子，脸上写满了恐惧，但依然保持着镇定。就在撤离即将完成的时候，雨势突然变大，几乎形成了瓢泼之势。在这种极端天气下，我们的噪音装置效果开始减弱，感染者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开始转向撤离中的队伍。快走！我喊道，同时示意几名武装队员上前阻击。我们成功掩护了大部分人安全撤离，但随着感染者数量的增加，情况变得越来越危急。尤其是当我们尝试撤离最后一批人，几名老人和一个受伤的年轻女孩时，感染者已经突破了我们的防线，直接向他们冲去。在千钧一发之际，我做出了一个冲动但必要的决定，吸引感染者的注意力，为最后的撤离创造机会。所有人立即撤退。我对队员们喊道，然后拿起一块金属板，开始大力敲击，同时向与撤离方向相反的方向移动。这个策略奏效了，大多数感染者被突然的噪音吸引，转而追击我。这给了撤离队伍宝贵的几分钟，足以让他们安全脱离险境。但现在我自己陷入了危险境地，被至少10个感染者包围，退路被切断。我迅速爬上一辆废弃的卡车顶部，暂时超出了他们的攻击范围，但这只是推迟了不可避免的结局。就在我思考如何脱身的时候，远处传来了一阵引擎的轰鸣声，越来越近。我望向声源方向，看到一辆装甲车正高速驶来，车上装备着强力探照灯，照亮了整个街道。军方，我难以置信的喃喃自语：难道救援终于来了？装甲车毫不减速地冲入感染者群中，将他们撞飞或碾压，然后车门打开，几名全副武装的战士跳下来，开始高效地清理剩余的威胁。平民在这里！我站在卡车顶上喊道，挥动着手臂。一名战士很快注意到了我，跑过来：你是这里的幸存者？还有其他人吗？是的，我们正在撤离。我迅速回答，有300多人分成3组，正前往西山区。战士点点头，通过无线电报告了情况，然后示意我跟他走。快上车，这里不安全，我们会帮助你们撤离。我犹豫了一下，不，我必须回去找我的队伍，他们需要我。战士看了我一眼，似乎在评估我的决心，然后递给我一把军用手枪和几个弹夹，小心使用，只在必要时开火。我们会沿着你们的撤离路线搜索，尽可能提供支援。我感激地接过武器，然后向他询问了更多信息，军方的情况、城市的现状、可能的安全区。他简短地回答了一些问题，但大多数信息都是保密的。我只能告诉你，情况比看起来要复杂。他最后说，病毒在不断进化，感染者的行为模式正在变得越来越组织化。如果可能，尽快离开城市，前往人口稀少的地区。我点点头，记下了这些信息，然后与他们分道扬镳。他们继续城市搜救任务，而我则去寻找我的队伍。雨终于小了一些，能见度提高了，这让寻找变得稍微容易一些。通过对讲机，我成功联系上了第2组的剩余成员，他们已经安全撤离，正按照预定路线向西山区移动。伤亡情况如何？我问道。2人轻伤，1人重伤，但暂时稳定。所有人都安全撤出了包围圈，继续按计划前进。我只知道，我去寻找第1组其余成员，然后会与你们会合。最困难的部分是找到小军和其他3名继续前进的队员，他们应该已经沿着原定路线前进了相当一段距离，但在这种恶劣的天气和危险的环境中，很难确定他们的确切位置。我决定沿着原计划的路线前进，希望能在某个预定的集合点找到他们。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天气在恶化，夜越来越深，感染者的活动似乎也在增加。经过近2小时的搜索，我终于在一个废弃的加油站找到了他们。小军和3名队员正躲在站内的小超市里，焦急地等待着其他人的到来。看到我时，小军激动地跑过来：李叔叔，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们，我答应过会照顾你，记得吗？我微笑着拥抱了他，然后向其他队员询问情况。他们报告说，一路上遇到了几次危险，但都成功避开了。现在他们正在等待更多人到达，准备继续前进。我向他们简要说明了发生的事情。第2组被围攻，我们的营救行动，军方的突然出现，这些信息让队员们既感到震惊，又松了一口气。军方真的来了？一名年轻人惊讶地问。那是不是意味着城市正在被收复？情况可能没那么简单。我谨慎地回答，但至少说明还有组织性的救援在进行。我们的计划不变，继续前往西山区林业站，那里应该会更安全。休整了约半小时后，我们继续前进。通过对讲机，我们了解到第2组和第3组已经成功会合，正沿着
着一条替代路线向西山区移动，计划是在日出前到达预定汇合点，然后一起前往林业站。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一场持续的挑战，暴雨虽然减弱了，但带来的积水和泥泞使行进变得异常困难。几次我们不得不改变路线，绕过被洪水淹没的区域，每一次变道都增加了遭遇感染者的风险。但幸运的是，夜色和雨水成了我们的盟友，掩护了我们的行动。凌晨4点，我们终于到达了预定的汇合点，是郊一座废弃的学校。这里地势较高，不受洪水影响，也相对容易防守。学校的操场上，第2组和第3组的幸存者正在临时帐篷中休息。看到我们安全到达，许多人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经过统计，在这次艰难的撤离中，我们总共失去了7个人，3人在突围时被感染者袭击，2人因伤势过重在路上不幸离世，还有2人在混乱中失散，下落不明。考虑到撤离的规模和难度，这个伤亡数字已经是个奇迹。300多人在一个被感染者包围的城市中成功撤离，绝大多数安全抵达目的地，这本身就是人类团结和坚韧的见证。清晨6点，天边泛起了微弱的亮光，雨停了，但天空仍旧阴沉。我爬上学校的屋顶，眺望着远方，城市的轮廓在晨光中若隐若现，几处仍有黑烟升起，但整体上看起来比之前平静了许多。是军方的行动奏效了，还是感染已经蔓延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我无从得知，也许两者皆有。小军爬上来站在我身边，李叔叔，我们成功了吗？我揽住他的肩膀，是的，我们成功了第一步，但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山上会更安全吗？我想了想，诚实的回答，我希望是，但无论如何，我们会一起面对。他点点头，似乎对这个回答很满意。对一个在末日中长大的孩子来说，没有绝对的安全，只有相对的保障和可信赖的同伴。早晨8点，休整完毕的队伍开始向西山区林业站进发，这段路程大约需要5小时，主要是上山的山路，虽然体力消耗大，但遇到感染者的风险相对较低。一路上我们不时能看到军方活动的痕迹，直升机在空中巡逻，偶尔有装甲车队在远处的公路上行驶，这些迹象给了大家一丝希望，暗示着外面的世界可能正在恢复秩序。中午时分，我们终于看到了林业站的轮廓，它坐落在半山腰上，被茂密的树林包围，看起来安全而宁静。更让人欣喜的是，站内似乎有人活动的迹象，烟囱里升起炊烟，围栏完好无损，那是信号火。有人突然喊道，指着林业站附近的一处高地，果然那里正燃烧着一团明亮的红色火焰，这是我们之前约定的安全信号，这意味着我们的侦察小队成功抵达了林业站，并确认了那里的安全性。队伍中爆发出一阵欢呼。经过这漫长而危险的旅程，我们终于看到了真正的希望。最后的一段路程几乎变成了一场欢快的行军，人们步伐轻快，交谈声此起彼伏，甚至有人开始哼唱歌曲，就连那些疲惫和受伤的人脸上也浮现出久违的笑容。下午2点，我们终于抵达了林业站，迎接我们的是林阳和其他几名撤离队的成员，他们看起来疲惫但精神饱满。你们终于来了。林阳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一直在等你们，情况如何？我迫切地问道。比预期的要好。林阳带着我们进入林业站，这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所有人，水源充足，周围的森林提供了天然屏障，最重要的是附近几乎没有感染者活动的迹象。林业站比我想象的要大，由主站房、几个仓库和一些小型宿舍组成，周围是一片开阔地，便于观察任何可能的威胁。站内的井提供了清洁的水源，几个大型储藏室里还保存着一些食物和工具。我们已经开始建立基本的防御设施。林阳指着周围新搭建的围栏和哨塔，还规划了耕种区和畜牧区，如果管理得当，这里可以成为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小社区。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忙于安顿新家，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任务和住处，根据各自的技能和经验开始工作。有农业经验的人负责规划种植区，懂建筑的人开始加固和扩建住所，医疗人员则设立了一个简易医务室，照顾伤员和病患。作为社区的协调者，我每天都忙于解决各种问题和调解纠纷。尽管环境艰苦，但大多数人都展现出了惊人的适应力和团队精神。在共同的生存目标下，曾经的陌生人很快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社区。小军被安排在儿童组，跟其他孩子一起接受基本教育和生存技能训练。他很快成为了孩子们的小领袖，经常带着大家探索林业站周围的安全区域，寻找可用的资源。1周后，我们收到了第一条来自外界的正式消息：一支军方巡逻队抵达林业站，带来了 S 市的最新情况。城市大部分地区已经被感染者占领，但军方正在建立几个大型安全区，集中安置幸存者。他们记录了我们的位置和人数，承诺会定期派人提供必要的物资和信息。所以我们不是被遗忘了。周阿姨欣慰地说，外面的世界还在。是的，张老医生点点头，但恢复正常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在那之前，我们必须学会自给自足。渐渐的，林业站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家园。我们种植了蔬菜和粮食，饲养了一些从山里捕获的野鸡和野兔，甚至建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收集和保存知识。每个月军方的补给车都会准时到达，带来药品、工具和外界的消息。最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社区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发现了这个避难所，带着各自的技能和故事加入我们。每一个新成员都为社区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3个月后的一个清晨，我朝里早起，站在林业站最高处眺望远方，天空格外晴朗，远处的城市在朝阳中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美。虽然知道那里仍然危机四伏，但不知为
为何，我心中涌起一种平静的希望。在想什么？林阳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在想我们走了多远？我回答：从水岸花城那个被困的社区，到现在这个正在成长的新家园。林阳点点头，是啊，我们失去了很多，但也获得了新的开始。我们沉默地站了一会儿，享受着这难得的宁静时刻。然后林阳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递给我，忘了告诉你，昨天军方带来的补给中有这个。我打开纸条，上面是简单的几行字：北区安全点已稳定，病毒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第一批血清试验成功，希望即将到来。我读完，深吸一口气，感到一阵难以名状的情绪涌上心头。希望这个在末日中如此珍贵的词汇，第一次变得具体而真实。你觉得会有用吗？林阳问道。血清？不确定，我诚实的回答。但这至少证明人类还在战斗，还在寻找解决方案。而且我顿了顿，即使血清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也已经证明了自己可以在这个新世界生存下去。就在这时，小军跑上山坡，脸上带着兴奋的表情。李叔叔，林叔叔，快来看，我们种的第一批土豆收获了。我们跟着他跑下山坡，来到社区中心的农田，那里几名志愿者正在挖掘土豆，周围围满了欢呼的人群。这些土豆虽然不大，但在阳光下呈现出健康的光泽，是我们共同劳作的成果，也是新生活的象征。看着这一幕，我想起了1个月前在日志中写下的话：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不仅仅是呼吸和心跳，而是找到值得为之奋斗的理由。对我们来说，这个理由就是彼此，就是这个由陌生人组成却在逆境中紧密团结的社区。无论前路多么艰难，只要我们保持这种联系，就永远不会真正失去希望。我蹲下身，捧起一颗还带着泥土的土豆，感受着它的温度和重量。这个最简单也最强韧的作物，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仍能生长，给予养分和希望，像人类一样坚韧不拔，永不放弃。李叔叔，你怎么笑了？小军好奇地问。因为我在想，我温柔地揉了揉他的头发。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和这些土豆很像，无论环境多么艰难，只要有土壤、阳光和水，就能生根发芽，重新开始。小军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然后兴高采烈地跑去帮忙收获。我站在田边，看着这个繁忙而充满活力的小社区，心中充满了平静的欣慰。末日改变了一切，却没有改变最本质的东西：人类的适应力、创造力和对生活的渴望。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我们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家园，什么是希望，而这或许就是真正的重生。